我個人一直提倡就是取消 best paper， 因為我覺得非常的就是 misleading。這麼敢說嗎？不怕得罪人嗎？我其實不太 believe in AI， 但我覺得人是應該被 believe 的，都是由於 AI 想去絞盡腦汁想去做這個 reward hacking， 然後做 proof 導致的問題。因為我覺得工業界 bug 太多了 ，bug 多的人都修不過來。就是說，你是怎麼教操作系統這門課程的？然後為什麼學生這麼喜歡這門課程？因为我覺得 research 這個東西是個很美好的東西嘛，對吧？然後我覺得所有很美好的東西，它都沒有一套標準的。在硅谷採訪100個有意思的人，這裡是月球大叔。本期我們請來了徐天一 ，UIUC 也就是伊利諾伊香檳的終身教授，拿了很多計算機系統領域的最佳論文獎，是我心中最頂級的系統研究者之一。最近在學術休假，來到硅谷的 UC Berkeley 的 Skylab 進行訪問。我們有請天一。嘿，大家好，非常榮幸來月球大叔的播客，跟大家聊聊天。好，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從2003年到2010年這7年，你在南京大學完成了本科和碩士，然後在2010年的時候開始申請美國的 PhD。看到一些新聞報道說你一口氣被24所學校拒絕了，我特別想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其實我也說不清楚，因為我覺得一個失敗肯定有很多的原因，對吧？然後我覺得肯定根因就是說還是我的 record 不是很強吧，我覺得。然後我覺得當時是我應該是2010年申請的，那個時候跟現在的這個，比如說國內的學術環境也是很不一樣的。但是我其實當時拿到了一個 interview， 就是我後來去讀 PhD 的那個 program， 就是當時是那個導師，然後我當時跟他有一個 interview， 30個小時，我印象特別深。他當時問了我5個問題，然後我一個都沒答上來，然後後來就拿到了巨星。然後那5個問題，我就說3個吧，然後反正就是我當時就覺得特別 embarrassing。那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要讀 PhD， 對吧？你後面的職業發展是什麼？然後第2個問題是，你跟你 peers 相比，你的強項是什麼？然後第3個就是說第3個是你想做什麼樣的研究工作？我當時反正都沒有想過這些問題，這些都不是一些 technical 的 questions。所以我回答的非常的粗糙。我記得我當時第1個問題，你以後的職業發展是什麼？我聽說我當時讀了一些攻略，就是我聽說美國的 professors 他們都喜歡以後的學生去當 professors， 所以我当时就說我想去走學術道路，然後當 professors。然後當時的那個我的後來的 advisor 就問我，他說那你覺得怎麼樣才能夠當一個 professor 呢？我回答不出來，然後我說那好好做 research 不就應該可以自然而然就可以當 professor 嗎？然後他就笑了，他說不是這樣的其實。然後後來就回答到第2個問題，第2個問題是他說你跟你的 peer 相比，你的優勢是什麼呢？你的技術優勢是什麼？然後我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然後我當時愣了半天，然後最後蹦出來一個答案，我說我這個人 working 特別 hard， 然後他就笑了，他說 working hard 是一個 default， 它不是一個 advantage 嘛，对，不是個 strength， 他說所有的 PhD students 都 working 非常 hard， 然後他就追問我，他說你到底你的優勢是什麼？然後我說沒什麼優勢，然後就進入到後面一個問題，然後後面一個問題是你想做的一些研究的就是你想做的研究工作是什麼樣的？然後我當時的準備也很粗糙，然後我當時就看了很多他的論文，然後就說我特別喜歡你的 ABC 論文，然後我想做這些 project， 然後他又笑了，他說一個 professor 把論文放在主頁上面，就說這個論文已經做完了嘛，不然的話你是不會把這個 paper 放在這個 website 上面的，對吧？他說我其實是想問的是你想做什麼樣的研究，而不是說做某一個 project， 然後我還是答不上來，然後過了幾天我就收到了一個巨星，這就是我第一次的一個申請經歷吧，我覺得。其實我是拿到了一個 offer 的，就是還是一個挺不錯的學校，但是我後來沒去，也會有後來的那個第2次申請埋了一些伏筆，反正。之後的話，你是 gap 了1年選擇，對嗎？去歐洲？對，當時正好南大有一個交流項目吧，反正，然後我當時就申請了去德國有一個學校叫哥廷根大學，還是那句話，就是我覺得當時的國內的環境跟現在很不一樣，因為現在我覺得學生的選擇很多嘛。包括我自己實驗室裡面有很多來訪問的學生，但是10年左右，其實出國還不是一件很 common 的事情，所以機會沒那麼多。然後當時正好有一個機會，所以我就去了。然後從南大一直到德國那段時間，你還一直在踢球，然後你甚至在你的主頁上還寫了一份如何從南大一直踢到德國的足球履歷。這個是怎麼想的？我其實已經記不清楚這件事情了，我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個 page。對，但是我的確非常喜歡就是足球。然後我很喜歡體育，我覺得經濟體育跟做 research 非常非常像，就是說你必須去盡你最大的努力，對吧？而且這個東西是個非常 competitive 的 game，競技體育更 competitive， 因為其實只有一個冠軍，你拿不到冠軍，你其實就是個失敗。然後你做 research 也是非常競爭非常激烈嘛，你想想每年的
就比如說博士生要投的那些 papers， 对吧 ？Top conference 或者 Top journal， 它的錄取率就那麼一點，然後所有的在這裡做 research 的人都是非常非常聰明的，然後非常 hardworking 的，可能是最 hardworking 最聰明的一些人在那兒沒日沒夜做。那你作為一個比如說一個 PhD student， 你剛開始你怎麼去 win the game 呢？然後就是在這個競技體育跟我覺得跟做研究裡面，這 mediocrity 是沒有立身之地的。你要麼就做得很好，你要麼就不要做。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就是一直對體育非常感興趣，不光是足球、籃球什麼的，我都特別喜歡。只是我後來也不踢足球了，因為太忙了。而且還有一個我自己比較 stubborn， 因為我覺得踢得不是特別好的時候，我就不太想踢了。要做就做最好那一個是吧？对，这是我自己心態不太好。那你在德國待了1年，最後拿到了 UCSD 的 offer，这一年你覺得你做對了什麼？然後是 paper 變多了，還是說推薦信變 strong 了呀？我覺得說實話，我覺得沒有任何的改變，只是我又試了一下，就僅此而已。我覺得。那試了一下之後拿到了這個 offer 是有發生什麼故事嗎？因為我是這樣的，我這個人我自己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然後我打小就不是特別聰明，就是比較 challenging 的事情，我基本上第一次做我肯定做不好，所以就对我來說，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就是我要做一件比較 challenging 的事情，我肯定是要 try 好多次的，所以其實就是說第一次失敗對我來說不是一個特別大的打擊。然後而且我這個人不太喜歡將就，就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將就的人，我不太喜歡就是這件事情沒做好然後去做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就比如說高考的時候我填志願，我就填了一個志願，我當時就想如果考不上那我就再復讀1年唄，对吧？所以就第一次申請沒有申請好，那我就想我再申請一次唄，再努力申請一次，我就是當時就這麼想的。然後我第2次申請的時候，後來不是還申請了同樣的一個學校，然後最後也去了那兒。然後當時我還記得那個面試的時候，就是我的 advisor， 他綽號叫 YY， 然後 YY 當時給我又打了個電話，當時打 Skype 的一個電話，然後他就打電話的時候，我當時還很緊張嘛，因為我第一次 screw up 了嘛，然後我還好好把他之前的一些問題又準備了一下，然後這個電話打通以後，那我就在想我要去告訴他一些我深思熟慮的一些答案，對吧？但是他當時不要聽，他當時就問了我為什麼當時沒有去讀那個我當時有的 offer， 然後我就告訴了他一些我的情況，然後他當時就說我就開始游說我去 UCSD 讀 PhD 了，我當時就非常的震驚，然後我還問他我說這個為什麼你要不要聽一下我後來的一些對你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之類的，然後他說我也不要聽，然後他跟我說就是做 system research 嘛，就 system research 跟 series research 還不太一樣，對吧？就 system research 就是你的 persistence 是很重要的，就一個人他如果不怕失敗，然後願意去不斷嘗試，那基本上你 system research 做的不會特別差。所以他就跟我說，如果你是願意堅持願意做這件事情，那他說你已經通過我的檢驗了，所以我就拿到了這個 offer， 然後我就去了。所以你問我當中有沒有提高，我其實覺得自己沒有太大的提高，只是又堅持了1年。對，但我作為一個旁觀者的一個感覺就是你剛才說的，你不願將就，而且高標準，而且就是說願意去嘗試，就是願意去失敗，就是給我的一個感覺是這1年你證明了这件事情，你就是不將就，然後你就是想去完成这件事情。是有可能是对。你要是說我看到各種各樣的系統研究者，我發現這就是系統研究者最寶貴的一種品質呀。對，它是一個必須的東西，我覺得。對，我發現這是系統研究者必須的一個東西。可能很多的一些研究領域，它需要那種靈光一閃。但系統研究者好像就是要踏實肯幹加不斷的去失敗，然後不斷去嘗試。對，是的。我完全贊同。然後你就加入了 YY 的實驗室。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風格，有些老師是那種手把手的教學生，有些老師是放養型的。你覺得 YY 是一種怎樣的風格？我覺得它既不是放養型的，但也不是手把手教學生的吧，因為當時因為YY已經很 senior 了，但是他是一個會去指導學生的advisor， 我覺得，所以他會告訴你這件事情應該怎麼做。就剛才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是不是比如說一個 PhD 他在前幾年的時候你怎麼去想這個 idea， 對吧？然後我記得我當時以前的一些 practice 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讀那個故事嘛，比如說牛頓怎麼想出了那個這個牛頓定律，是因為他被蘋果撞了一下，然后突然來了這個靈感，對吧？然後 YY 其實是很反對這樣的一個過程的，就是他一直是強調就是說一個 idea 不應該是一個靈光一閃的東西，它也不應該是一個就是你等在一個樹下面然後被砸中了然後突然來了一個 inspiration 的東西，它其實是個很系統化的探索的過程。然後他反正強調的就是說要從問題出發，就你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你就開始去理解這個問題，對吧？去深入理解這個問題。等你深入理解這個問題以後呢，那你的 solution 很多時候是顯而易見的。當你理解了這個問題，它甚至很簡單，然後也很實用。然後這是他強調的一個做研究的方法。那我們都是從這個方法裡面來做的。然後這個方法就規避了很多風險，
因為當你深入理解了一個問題以後，你的答案自然而然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是非常解決這個問題的。你不會有一開始有個奇技淫巧的就是 solution， 然後發現弄了半天發現這個 solution 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它其實沒有這麼一個風險。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做研究的時候，由於它我當時反正是非常認同它這一個怎麼說呢，這是一個 principle 的，所以我也一直是去實踐這個 practice， 然後我覺得還是挺好的，挺順利的。對，那不斷實踐這個 practice 就幫助你拿到了 PCheck 這篇 best paper。對，能跟大家講一下 PCheck 這篇工作的主要內容嗎？可以，就是這是我 PhD 第2篇 paper 嘛，對吧？然後它其實 idea 很簡單，就是說當時我們其實研究那個我其實不知道中文怎麼翻譯，就是 fault-tolerant systems， 中文可能叫容錯系統是吧？容錯系統，對。那當時我们當時的 perspective 就是說，因為其實我們研究的那一類的 fault 其實是一種 fault 叫 misconfiguration， 就是配置錯誤。那配置錯誤，你有了配置錯誤的時候，這個系統肯定不會運行的特別好嘛，對吧？那我 YY 當時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研究那個 fault-tolerant systems 都那麼多年了，那我們很多系統都 claim 他們是 fault-tolerant， 那為什麼來了一個 misconfiguration 這樣的 fault， 這個系統就不 work 了呢，對吧？因為 misconfiguration 據各大公司都說是就是說 system failure 的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那我們就從這個角度開始出發嘛，然後當時我就做了第一個 project， 然後第一個 project 是回答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那些成熟的production level 的 systems， 他們對於 misconfiguration 這樣的 fault 都不能夠很好的去容錯然後我們的做法也非常的這個簡單和粗暴，就是我們做 fault injection 是一個非常非常成熟的技術，就是你去想各種各樣的不一樣的 fault， 這裡的 fault 就是 misconfiguration， 然後你把這個 fault inject 到這個 system 裡面去，就注入到這個 system 裡面去，然後你去觀察這個 system 的行為是什麼樣的。然後在做這個 project 的過程當中呢當時也很忙嘛，就是要做這樣一個 project 回答這個問題。然後其中有一个現象讓我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有很多的 misconfiguration， 當你注入到這個 system 裡面去，它其實這個 system 沒有什麼 behavior， 它還是很正常的工作，對吧？它既沒有去啟動一個容錯的 procedure， 它也沒有就是說有故障。那為什麼呢？然後其實道理很顯而易見，就是這個系統它把這些 misconfiguration 讀到了這個系統的狀態裡面，但是它沒有用這些東西。那為什麼它沒有去用這些 fault 就是 misconfiguration 呢？是因為這些代碼或者是這些 execution 它必須在某一個特定的情況下才會被用。然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它被用的時候是有一個外部的 failure 的，就是它啟動了這些misconfiguration 它在被用的時候是已經有一個 failure 了，然後我再啟動一個 failure recovery 的程序，然後這時候我需要用一些 configuration， 然後發現這個 configuration 不好，這時候它才會爆炸。然後對我們來說這就是一個定時炸彈嘛，對吧？在這個系統裡面，只是你這個定時炸彈你沒有去引爆，那一旦你引爆了，那這個問題一般很大，因為你都 fault tolerance 的就是 failure recovery 的時候已經在一個很那個 critical 的時候了，這時候你發現還有一個 failure， 這種 double failure 就一般都是會有很大的 disaster。那在做第一個 project 的時候，我們沒有功夫去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因為它是一個不同的研究問題嘛。但是這個問題就是在這兒，然後第二個 project 我們就說，那我們去 understand 這樣一個問題，然後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就自然而然出來了第二個 project。我們待會兒可以聊一下這個第一個 project。先說一下這個 best paper， 就這篇 paper 拿了 best paper， 你吃驚嗎？我當時還是挺吃驚的，因為我當時也不知道 best paper 的標準是什麼，所以我覺得被領域認可，我還是挺高興的。那但後來呢？當時是吃驚，後來呢？就現在我自己在這個領域裡面待了很長時間，而且就是去年比如說 SOSP 我也是 Best Paper 評審委員會的一員嘛，然後我個人是覺得 Best Paper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 random 的，非常就是說隨機的，而且是主觀的，所以我現在完全覺得 Best Paper 這件事情並不能代表一篇 paper 的 quality， 完全不能代表，對我來說。甚至我覺得最近幾年比如說我們自己這個領域 SOSP 和 OSDI 的 Best Paper 都挺有問題的，對我來說，對吧？這麼敢說嗎？不怕得罪人嗎？我真是這麼覺得，因為我其實個人也不知道 best paper 的標準應該是什麼，然後它的這個 process 其實就是一般對我來說，什麼 best paper 它得到這個 best paper 就說明這個 reviewer 對吧？就是說這個 reviewer 有一個 reviewer 特別喜歡你的 paper， 並且提名了你的 paper， 然後僅此而已。對我來說，它不代表你這個 paper 以後的impact 會是什麼樣的，也不代表你這個 paper 就是你這裡最 high quality paper， 因為 quality 本身也沒法去 measure 嘛。所以說追尋一篇論文是不是 best paper 實際上是一件挺沒意義的事情。我個人一直提倡就是取消 best paper， 因為我覺得非常的就是 misleading， 而且怎麼說呢，我覺得就是說大家做 research 不是要去拿 best paper 吧，對吧？然後我覺得有了這種 paper awards 這個東西反而讓大家不好好做 research 了。我之前聽過類似的一個觀點，我也比較
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對，你把 best paper 去掉，然後大家該怎麼做怎麼做嘛，然後大家都是做自己最喜歡的 research，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狀態。真是 research 就应該本質上就應該是這樣。對。而且我還聽說一個說法，就是說不用看 best paper， 看 test of time paper， 因為這個10年之後它引量高不高，在各種地方的 impact 大不大，這個是一目了然的。对，这对我來說，所有的 awards 都不是特別有意義。就我不是一個 believing awards 的人，然後我個人覺得，比如說中國學術圈其實被 awards 搞得挺糟的。所以我理想的就是說一個 academia 的環境就是沒有這些 awards 這些糟心的東西，就你做每個 researcher 他就做自己認為比較重要的問題，然後做得很開心很愉快，然後得到認可，然後你就去 present 這個 paper 就行了。我覺得這有點擔心放出去嗎？就不擔心，我真是這麼覺得的。那我們就直接剪出去好吧？對，我在 conference 的時候其實也跟很多人表達過我的觀點。好的，行。那你剛才說了嘛，這篇工作是基於之前那篇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篇那個2013年的 Do Not Blame Users。对，就是这篇工作。对，那篇工作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題目就很好，不要怪用戶做錯了配置，對吧？對。然後就是說你們這個工作大概就是講了，我當時看了一下論文就講了，一個系統配置錯了，工程師都會說啊，這是用戶操作失誤了。但是裡面那篇論文反過來就說，如果很多用戶都不知道這個問題，都犯了同樣一個錯誤，那可能是你們系統本身設計就有問題。對，大概是這個 motivation，我當時讀完。是的。對，就 exactly， 我覺得你讀懂了這篇 paper。對，然後你論文裡邊就說，一個用戶僅僅把名字中的字母寫成大寫，然後就經歷了75輪溝通，然後收集了10次日誌。你第一次看到這種問題的時候，是來自於工業界嗎？這是一個來自工業界的 case。對，我當時看到這個 case， 我非常的震驚。但後來我其實 understand 了，因為這個公司就是其實是一個存儲公司嘛，對吧？然後存儲公司其實他們的這個 model 很蛋疼的。當時那個公司它是賣那些，我記得這個公司不願意把他們名字放在上面，有點 embarrassing，但是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公司。然後它當時的產品就是一個存儲盒子，對吧？就是有軟件硬件包在裡面的，然後它把這個存儲的這個 solution， 它叫 solution 賣給這個用戶。然後問題就對於存儲公司來說，用戶用了你這個東西以後有了故障，它是不可能把這個盒子再寄回給你的。他甚至不能把他所有的一些 data 寄回給你，因為這個 data 是 confidential 的，很多時候都是他們的客戶都是比如說政府部門呀，或者是銀行部门，對吧？你怎麼能把這個 data 寄還回去呢？所以這個 diagnosis 是非常非常 time consuming 跟 tedious 的。我只能告訴你僅有的一些 information， 然後你遠端的那個人他必須去猜，然後知道看你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所以就是說這個根因可能非常簡單，但是一旦有故障了，它就是一個非常expensive 的，然後非常 time consuming 的過程。然後你們在整個過程當中發現了743個這個配置錯誤的問題，然後你們也報道了其中大量的問題被他們的開發人員確認了並且修復了。其中哪一個修復讓你覺得我不是在發 paper 了，而是真的在幫工業界解決問題了？我其實當時一直覺得就是說，因為我們的出發角度是system design， 对吧？就是 fault tolerant system，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挺 natural 的其實。然後我也沒覺得就是說某一個 patch 或者某一個 bug 是特別重要。其實我一直對發現 bug 這件事情不是那麼的就是說exciting， 因為我覺得工業界 bug 太多了， bug 多的人都修不過來，所以你再去發現幾個 bug 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當然了，我 understand 有很多 paper 我們的 evaluation 就是要證明這個 solution 是有用的，那我們一個 evaluation 的 matrix 是我們要發現新的 bug。我覺得這篇 paper 它比較有意義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會去告訴一些就是說特別是 open source developers， 就是說你在設計系統的時候你必須去想一下用戶是怎麼用的。我覺得有一個 moment 我覺得做這件事情還挺有意義的，就是我們當時系裡面有一個老師叫 Stephen Savage，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做 security 的一個老師，他是我們 system networking 的一個老師，反正他組織了一個 seminar， 然後我記得後來有一次有一個同學他 proposed 這個 idea 在那個 seminar 上面，然後那個 idea 就是說去用 machine learning 去發現 misconfigurations， 然後 Stephen 當時的反應就是為什麼不把這個系統 build 好呢？因為他當時知道我們這個工作，然後我覺得我們把這個 Stephen 的觀點搬過來了，就是他一開始想的不是說這個 machine learning 怎麼去找到更多的這個 misconfiguration， 而是他就問為什麼就是說你不像天鷹一樣把這個 system build 好，這樣的話你不用去用你的 machine learning 去發現這些問題了。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可以改變一些別人的思路去解決這個問題。我為什麼特別喜歡這個工作的原因，就是因為尤其是現在在 AI 這個 agent 時代，你知道嗎？你們當時那個文章說的是系統設計錯了，然後導致人會用的話會出問題。你現在看到沒有 agent 在用這些系統，
如果說你的系統還是按照之前給人用的那種方式設計，那100%我認為 agent 肯定也會出錯。是的，是的。所以說，就特別想跟你探討一個問題，就是基於你之前的經驗，你有沒有覺得 AI agent 的系統應該重新被設計？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對，我覺得現在不是大家都在提那個 AI native 嘛，對吧？然後我覺得現在很多的系統它並不是為 AI agent 來設計的。就如果你把 AI agent 成為一個用戶的話，這個系統是 100% 就是要 break 的。就甚至我們就是最近做一些 benchmark，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project 最近跟那個 TLA Plus Foundation 做的，其實就做一些很簡單的 proof 你有一個 protocol， 然後我讓 agent 來寫證明，然後證明這個 protocol 是對的，對吧？然後你可以就是我們的经驗就是說，我們發現這個 TLA Plus 這套 toolchain 它原來是很成熟的一套 toolchain， 然後它有一個 proof system 叫 TLabs， 就 TLA Plus proof system， 对吧？然後人寫證明都寫了很多了，然後從来沒有碰到過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他們這個系統的 toolchain 也很成熟，所以他们想做一個 benchmark。但是你把 AI 放進去 ，AI agent 放進去 ，agent 會寫各種各樣奇怪的這個 proof， 然後看似這個東西被 prove 了，但是其實它是不成立的。然後 AI 因為它特別會 road hacking 嘛，因為人寫 proof 的時候，他真的是想 prove 這件事情，對吧？他真想去證明，就是說這個 protocol 是對的。但是 AI 它並不是真想證明這個 protocol 是對的 ，AI 只是說，因為大叔想證明這個 protocol 是對的，所以我 try my best， 然後能通過這個 proof system， 所以就導致了他發現了很多這種奇奇怪怪的 bug， 所以很多那個 TLA Plus Foundation 的同事，像 Marcus 或者那個Stephen， 他們就開始修復這些根本就他們之前都沒想過的各種各樣的 bug， 都是由於 AI 想去絞盡腦汁想去做這個 road hacking， 然後做 proof 導致的問題。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AI agent 成為一個用戶以後，所有的系統都應該去 rethink about it， 怎麼去做這個 interface。我覺得我非常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因為我能發現現在硅谷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投入到怎麼給 AI agent 重新設計 infrastructure。是的 AI agent 該怎麼登錄， AI agent 該怎麼去那個做安全，AI agent 該怎麼去運行等等一系列這些東西。我覺得未來這個 AI agent 就變成工作的主力，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一種趨勢了。是的，我覺得系統研究者或者系統的一些工程師，接下來最大的機會就是在這一塊，所以是我同意，就是我覺得這是對系統研究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前你想去 fundamentally redesign 一個系統，對吧？然後這個 cost 是很大的，然後也不一定有人願意投入。但是現在我覺得 AI 它給系統研究帶來一個非常 positive 的 impact， 就是說大家願意去就是考慮這件事情了，大家覺得有必要去把這個系統去 redesign 一下。對，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是這樣的，就是說系統界其實一直有一個點，就是我看到的，它要走在產品和算法的後面，因為你要走到太前面，你做出來一個系統，它不能被大規模部署和應用的話，那其實沒有價值 ，cost 太大，然後投入和產出的比例過低了，就是 ROI 過低。對。但現在相當於 AI 發展的過快，然後產生了無限多的新的大的需求，是的，來倒逼系統研究者和系統工程師不斷的在往前去推進這個新的系統的開發。是的，我覺得這是系統研究者時代的一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對，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我覺得每個 system researcher 都應該去抓住這個機會，因為包括像以前你比如說你做一個系統，對吧？然後你說你這個系統非常的好，但是你只能夠去做一類的 workload， 其實你很難拿到，甚至說在 startup 你也很難拿到融資，你甚至很難去 convince 評委說，我這個系統是好的，然後評委肯定把你這個 paper 拒了，說你這東西不 general。但你現在就是說我就做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就是對比如說 IL 非常非常好，大有人會非常 exciting， 對吧？覺得你這個系統特別有用，然後它的這個 economic 的這個 market 也特別大，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對，比如說你單獨做一個，就是說怎麼給 agent 登錄的，對吧？那個 agent 登錄可能看起來很小，但是因為他想到了各種 agent 可能 reward hacking 去那個 hack 你這個系統的方式，然後把它做得非常 solid， 然後這樣的話你能夠保證用戶整個系統的安全，對吧？多好的一個東西。是的，我覺得這個機會確實很大。對，我們後邊可以聊到那個你最近的一些研究的時候，再深入的聊一下這個 AI 系統。对。然後接下來的話，你就是進入你的 PhD 階段的話，和你的導師相處嘛。你一直很感謝你的 PhD 的導師，不斷的在各種地方，還有你在你的主頁上說他是一個 Rocky Star Advisor， 就為什麼？他到底教會了你什麼？我覺得好的導師都是相似的，不好的導師各有各的問題，但是好的導師都是相似的。所以我覺得他肯定是教會了我怎麼做 research， 然後他告訴我怎麼去正確的思考一些問題，對吧？然後我覺得他有一點做的特別好的，就是他其實。因為他很強調就是說深入理解問題，我覺得這是我非常非常 appreciate 的一件事情。還有就是去 think differently，我覺得這兩點是他強調的東西，然後我是非常 appreciate 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他讓我一直就是對 research 充滿熱情。我覺得 research 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後我也特別喜歡去做這件事情。這個真的是頂級導師了。所以我很对，我觉得這個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嚴厲的導師，然後非常非常直接。但其實我特別喜歡直接的導師，因為我不太喜歡indirect 的一些 advice。這些就是我覺得我的 personality 跟他也是非常的 match。但是我覺得 essential 的東西，我覺得還是就是對於研究的興趣跟熱情，我覺得這是他。我特別特別喜歡的一些東西，對，因為他是一個創業很成功的導師，我經常會在網上看到他一些關於創業的一些講座，然後我能感受到他是那種雷厲風行，对 aggressive 很嚴厲的那種導師。但是你在那邊確實就是說，反正就是你們是 match 的，給我的一種感覺是你們。我覺得 match 是最重要的，对于一個導師和 advisor 和 advisee 來說，對。那麼他就是做了3家公司，都很成功。他跟你聊過這些事情嗎？對啊，我就是聽他說這個創業這件事情聽了3年對，什麼感覺？就我一直覺得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做 research 跟做 startup 它的內核是一樣的，對吧？就是說你都要去 innovate， 然後你都要去 pursue excellence， 就這些東西是內核都是非常一樣的。你都需要一個團隊，你一個人是很難做成一件事情的。你都需要一個好的 advisor， 然後能夠告訴你一些東西，對吧？它不一樣的東西就是說 research 它可能更講究。怎麼說呢？就是說更講究 intellectual merits 吧，或者說更講究去 expanding 這個 human 的 knowledge base。然後我覺得做 startup 它可能要去更多的考慮一些 marketing 上的東西，對吧？市場的東西。但我覺得它兩者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common 的東西的，就看你喜歡什麼了。當然還有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你能不能開這個公司？有很多的很好的技術，它沒到這個點，它也開不了公司。但是我覺得就是說這兩者是有非常多的共同之處的。但给我的感覺是你短時間是不想給自己開公司那種人，對嗎？我因為這個人比較自由散漫，對，然後現在還沒有特別多的考慮，對。雖然你不想開公司，但是你拿到了很多創業成功的認知呀，一看就是。那我的確被洗腦了3-4年，對，確實沒什麼任何問題。2018年的時候，你 PhD 畢業了，然後你一口氣拿了5個學校的那個 faculty 的 offer， 然後最終你選擇了 UIUC， 為什麼選 UIUC 呢？就是對我當時的 offer 來說，我覺得 UIUC 還是個挺顯而易見的choice 吧，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因為我之前的 advisor 他是 UIUC 的 faculty， 在那兒待了7年，所以他是對 UIUC 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我覺得這個肯定影響到我了。然後對我來說，就是說一個essentially 就是說你任何的 offer， 不管是你學術圈的或者 industry 的，對吧？就是說你肯定考慮的就是說我在這個地方，然後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平台嘛，對吧？你可以 learn 到什麼樣的東西？我覺得faculty job 的 offer 就這幾件事情。第一個，你能不能找到很好的合作者 collaborators？你有沒有好的 mentors？你有沒有一些特別尊敬的老師？就是你內心裡面 truly respect 的，你想成為你 mentor 的老師。然後就是你能不能招到一些特別好的優秀的學生？那我覺得 UIUC 都 click 了這些 buttons。然後我個人覺得香檳這個地方跟我自己的氣質挺符合的。我特別喜歡香檳，我就現在來了灣區以後，我還老想念香檳，想回那個地方，所以我覺得 UIUC 是個挺好的 choice， 對。確實和其他人不一樣哈，大多數認識的香檳的同學都覺得那是個純玉米地啊，那待不了1天啊，感覺是個玉米地，對。對，所以說就是一個非常純粹的適合 researcher 的一個區域。對，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地方，然後也沒什麼太多東西，然後你就可以待在那兒，然後想一些就是問題，我覺得。那你現在已經當教授8年了，你最喜歡怎樣的學生呢？這個問題我覺得太難了。這個問題其實就是這個問題的一個等價問題，就是你想要什麼樣的伴侶。然後我覺得它是沒有答案的。我之前看過一個紀錄片，就是說有一個紀錄片導演，對吧？他採訪了很多單身的男性和女性，然後讓他們描述，就是說你的未來的伴侶是什麼樣的。然後他們都會列出很詳細的這個描述，比如說我想要一個長得什麼樣的，然後頭髮是紅的，上過大學的或者怎麼樣的。但後來過了5年，他這個導演再去採訪這些人，說看看他們那時候很多人都已經有了伴侶了，然後說 match 一下，然後發現根本就不是他们最後找到的那個 response 都不是他們當時描述的那樣的。然後我覺得學生也是一樣的，就是說你很難去知道一個人最後就是說你能夠跟這個人工作非常 close 的工作5年，而且就是非常密切的關係。因為我覺得就是 advisor advisee 的這個 relationship 是個終身的 relationship。就是對我來說就是說什麼樣的人我覺得能夠最後能夠 work out， 就是說能夠建立一個非常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這樣的學生是肯定能夠 work out 的。但是如果建立不起來這個 relationship， 我一般是不知道怎麼去就是 working with 這個 student。然後我知道這個觀點非常的 controversial， 因為很多的我的同事認為這個是非常本質上是錯的。然後我有一個同事我非常尊敬他
就 UI/UC 的他的觀點就是你不應該跟學生建立一個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我看到過大量這種觀點。對對對，但我就是這個東西就看你自己是怎麼想的了。但是對我來說，我完全不能跟一個建立不起來 personal connection 的人就是密切的工作，就感覺話都說不出口，是不是？對对对，因為我覺得還是那句話，就是我覺得做 research， 特別是很難的 research， 它是一個本來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對吧？就是你在很難的時候，你就得很直接的去說一些話。就是我之前看那個足球比賽，比如說足球比賽嘛，我們不是聊足球比賽嘛？足球比赛你可以看到那些足球比赛裡面那些人，比如說世界杯，他們踢足球的時候，他們不是在那笑着踢的，特別是那些後衛，对吧？你很多時候就得大聲 yell， 然後說你這個球就應該不應該這樣弄，然後或者你應該開大腳，然後你不應該開大腳或者怎麼樣的，然後大聲呼喝，然後大聲 yell， 然後把這個團隊弄起來。如果你每次都是微笑着，那個足球隊我覺得他踢不好。然後我就做 research 一樣的，每個 research 如果是個 ambitious project， 它肯定是有非常非常难的時候的。然後這個時候你怎麼能夠鼓舞這個團隊繼續往上做？它是靠一個 personal 的 trust 在裡面的。如果沒有一個 trust， 我個人不知道怎麼去推進這件事情。其實還真是，就是你剛才描述這一段的時候，讓我想起来很多我看到的一些鏡頭啊，比如說谷愛凌或者說是 C 羅，他們在面對一些挑戰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不是快樂的，他们是想赢的那种眼神，都是扭曲的嘛，对吧？你比如说打 NBA， 你看搶籃板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是笑着搶籃板的，每個人都是非常臉神扭曲的去拼盡自己最大的全力去搶這個籃板。然後我覺得 research 有很多時候很多的 moment 是這樣的。對，包括創業也是，很多那個頂級創業者都跟自己的團隊說，我們是一支體育運動隊，是的，我們是來贏的，是的，我們不是來嘻嘻哈哈的，我們贏的方式，我們是讓客戶來開心，我們在這不是來開心的。對，所以說然後這種只有在極度信任和能建立 personal connection 的情況之下，才能夠發生這種事情。對對，所以說你是堅定的相信應該和 PhD 有一些比較好的。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 personal 的，這是我的方式，它不代表是一個普世的方式。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老師，他也非常非常成功，就是他覺得每個人，就是我覺得學術圈最好的地方就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嘛，這裡沒有一個標準的方法，所以適合你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對我來說，我完全能夠 understand 的那個觀點，就是因為他那個觀點的核心就是說，如果你跟一個學生太 personal 了的話，那你教導這個學生的方法其實是 bias 的，對吧？它是非常非常 bias 你自己的 taste 或者 preference， 那它不一定是對這個學生最好的。反而是如果你跟這個學生有個非常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那你在為學生想的時候，這時候可能你是非常的有一些非常 objective 的advice， 但是我自己做不到這個，因為我這個人的性格就不是這樣一個人，所以對我來說最好的就是說能有一個聯繫，然後能夠比較直接去說一些話。對，還是回到了我們最早聊的一些話題，就是人還是要做自己那個就是能夠更容易就是說自洽一點，然後做事更順暢一點。對。那有沒有一種特質讓你覺得這個人就不應該做 research， 就不想讓他做學生呢？我覺得沒有，我覺得就是 research 這個詞，它拆開來，我跟學生說什麼叫 research 呢？就是 re 跟 search 嘛，對吧？這個詞就是這個樣子，就是 research。然後 re 就是說重複做一件事情，你 re 很多遍嘛。然後 search 其實就是 search 的一個過程。你任何一個人他願意去不斷的去 research， 那他就是一個 researcher， 對吧？他是一個很普世的 practice。然後你可以在工業界做 research， 你也可以在 academia 做 research， 你也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做 research。所以我覺得 research 是一個非常 broad 的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做 research。对我來說，當然了，就是 academia 跟 industry 的 research， 它的風格不太一樣，然後它追尋的東西不太一樣。那我覺得就是根據你想做什麼樣的 research， 你可能得去選取一個環境來做你想做的 research。比如說你想做一個天馬行空的 research， 對吧？你想做一個非常非常 theoretical 的 research， 可能這個 research 不太適合在某些地方被 practice。就比如說前兩天不是得了菲爾茲獎嘛，對吧？那個王洪和那個鄧玉他們得了菲爾茲獎，那他們做的 research 是非常非常的 beautiful 的，對吧？非常的美好的。但你一定要說這個 research 你要在比如說在一個初創公司做，那我覺得它可能不太適合做這樣的 research。但你在初創公司你完全可以做 research 啊，你自己的產品你肯定會去反思，對吧？然後去想着怎麼去 improve， 或者去想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你就在做 research。所以我不覺得有哪些人不能做 research。當然了，還是就是要不要跟我做 research， 它的根本問題就是我們兩個能不能去建立一些聯繫，並且就是我能不能幫助這個學生，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就如果我覺得有些學生可能特別特別優秀，然後我覺得我不能幫助這個學生，那我可能不太想去招這個學生當個 PhD student。我覺得明白。就感覺你說的那種 research 非常高維度，就是大家都可以做 research， 在創業公司因為一個產品的 button 大小
是一種 research，因為你去要 read 和 search 嘛，对，然後你在那個就是學校裡邊做數學，然後推掛骨猜想是一種 research，是的，你在學校裡邊也是一種 research， 我覺得都是很有意義的嘛，對吧？就是一個 fundamental research 跟 applied research 都是很有意義的。這是一種好高維、好高級的思想呀！就是說，你只要認真在做創新，在往前推進，在做優化，都是一種 research。因为我17年的時候不是在 Facebook 待了1年嘛，然後當時我其實 Facebook 它的 system research 它是沒有 system research 部門的，因為 Facebook 不 believe in 就是說一個完全脫離 production 的一個 research 的 system research 的部門，所以所有的 system researcher 其實都在做 production services。然後我們怎麼做的呢？其實我們因為 Facebook 它不是一個research 公司嘛，對吧？就是我們有跟很多 engineer 做了一些systems， 然後這個 research 的方式就是我們當時做了這個 system， 然後我們反過來去想，我們就做完這個 system， 這個 system 上線了，解決了問題，然後我們去 reflect 這件事情，我們說為什麼我們當時是這麼做的？可能還有沒有其他的好的方法來做這件事情，對吧？因為在 production 上線的時候，你其實是很緊張的，你沒那麼多時候可能去想這件事情，然後你不斷的去想這件事情，哪裡可以 improve， 哪裡可以做的不一樣，或者哪裡可以這個 cost 跟 benefit 的是什麼樣子的？只要你做了這件事情，就是 research。然後我們也都把那些我們做的那些 production service 寫成了 paper 發在 OSDI 上面了。這種 paper 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種 paper， 讀起來是真有味道呀，真的是這樣。那麼就是你覺得一個 PhD 最早期的前1-2年，如果說加入你的組，或者說是培養他的話，他最應該做什麼呢？去讀100篇論文，然後上來就開始跟一個5年級、6年級的做項目？還是自己在那邊琢磨寫代碼？對，因為我覺得 PhD 是一個非常 personal 的東西，它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所以首先讀100篇論文，我覺得不是一件很好的 practice。對，然後我記得我當時的 PhD advisor 他其實很反對讀論文想 idea 的，他反正有一個比較激進的觀點，他覺得每篇論文都是非常 biased 的，都是作者自己的一個觀點，對吧？就每篇論文其實是一個觀點嘛，都是一個作者自己的論文的觀點，而且你知道現在這個 practically 就是說。Top conference 都非常嚴酷，所以大家寫論文都有很多技巧，也不一定那麼誠實。所以就是說，你如果去狂讀論文，然後通過這個論文想 idea， 它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新方式。甚至就是它有時候就不應該扣着它了。就我自己覺得，我覺得很多論文都是飼料，你飼料吃多了，你腦子就木了，然後你就不會去創新了。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式不是去讀論文想 idea， 而是就是根據真實的問題想 idea。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對吧？然後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是重要的，而且是難的，那它就是需要 research 的，而不是說因為有一篇論文得了 best paper， 然後你說我要去讀一下人家的 limitation section， 然後來下一篇論文。我覺得這樣的不是一個好的方式，所以我其實不提倡讀100篇論文，一開始就。那一個剛畢業的本科生開始讀 PhD 了，他也沒有什麼經驗，發現很牛逼的問題啊。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覺得是導師的job， 對吧？就導師應該給這個學生一些問題來做。其實我覺得基本上我認識的 PhD 都是這麼開始的。然後就是跟 senior students 一起做 project， 我覺得是個非常非常好的 practice。包括我原來的 advisor 他也是這麼幹的。然後包括我現在在 Berkeley， 然後基本上每個學生進了這個 Berkeley， 然後 Berkeley 是一個就是說更大的 lab， 對吧？也老師跟學生的這個也不是那麼 hands on 很多時候。然後你其實從你的 peer learn 的東西比從老師那兒 learn 的東西更多包括我自己的組也是這樣的，就是我覺得跟一個 senior 的學生一起去做一些難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起步的方式，然後你也可以 learn 很多東西，你也可以 building 一些 connection， 然後你有一些問題就上來就可以做了。對，那面對這樣一種情況的話，尤其現在 AI 時代，你甚至都不用跟 peer 了，你只要跟 agent 就可以直接每天對話，然後不断的產生大量的東西。那大學的意義又變成什麼了呢？老師的意義又變成什麼了呢？我自己是覺得 agent 還是很难至少現在的 agent 還是很難取代人的。agent 是一個挺冰冷的東西，我覺得。然後 agent 也不是一個那麼 就是 comprehensive 或者 considerate 的一個東西。我覺得一個人的指導還是挺重要的，不管這個人是個 senior student 還是一個 advisor。我覺得 agent 它有很多能力，就它可以提高你的 coding 的這個 productivity， 對吧？就 system building 的 productivity。然後它也可以幫你想一些 idea， 但最後它幫你想了 idea， 那你還是需要你自己去，就是說怎麼說呢？就是說去 understand 這些 idea， 然後到底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之類的。整體我听下来的感覺就是要相信人的判斷力和品味，對吧？這些東西是 agent 短時間之內無法取代的。對，我不覺得它其實我其實不 believe in 就是說以後的世界 agent 完全可以取代這些東西。我還是覺得以後的世界會是個人的世界，但是大量的勞動被 agent 取代了。
即使 AGI 實現了，你也不覺得會這樣嗎？就我不知道你的 AGI 定義是什麼，就是我覺得，首先我自己覺得就是說，想 AGI 實現了以後的事情是一個挺浪費時間的事情。其實它對我來說就是想以後世界末日了以後怎麼辦是一樣的一個東西，就是它是個 fun things to think about， 但不要 take it too serious 對我來說。然後如果有個學生他老在那裡 panic， 就是說以後 AGI 取代了，我學的這些東西都沒用，那 essentially 你就沒法去 making progress 了，对吧？然後反而我覺得咱們應該是不要想那麼多，就是說我們想往前看一點點，就是說現在 agent 能幹什麼事兒，然後利用現在的 agent 去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提高自己的這個工作能力，我觉得這是一個比較practical 的事情。对，哎呀，就如果這個世界最後人成了 AI 的奴隸，那我覺得人的學習能力更重要了，因為不然的話你怎麼去对抗 AI 呢？天網是吧？对对对。但是如果我们人在做正確的事情的話，那 AI 是人的奴隸，那 essentially 還是人來決定這個世界怎麼運行嘛，對吧？所以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學習能力、自己的工作能力還是很重要的。剛才我們短短經過了半個小時的採訪，但是我能夠從你的所有的話語中感覺出來，哇，你就是天生的系統 researcher 呀！不是，就是這種感覺很明顯，因為系統這個東西確實就是需要你低下頭，每天想好手裡邊的事，一步一步幹下去，它是通過幹得出來的，它不需要就是說每天去想10年之後、5年之後怎麼樣，你只要一點一點幹，一點一點幹，這個系統最終是能幹出來的。你這種性格特質啊，哎呀，我的天哪，真的太適合做系統研究者。就還是要不斷的去 research， 我覺得就是說，對，反正我覺得可以，一定要去做 research 嘛，一定要去 open minded， 就是要知道周圍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对吧？但是也的確是需要有一條自己的主線，我覺得。OK，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很多老師都說論文是需要改革的，然後他不再是需要寫那麼多八股的東西，而是覺得你直接寫個 abstract introduction，講清楚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問題，後邊直接貼跟 agent 的對話就可以了。你覺得這種觀點你怎麼看？我覺得這個觀點可能在一些特定的 context 下面是成立的吧，我覺得，因為我覺得一篇論文就關鍵是你這個論文的 contribution 是什麼，對吧？就是我不覺得就是說，比如說我剛才聊那個菲爾茲獎得主什麼王鴻鄧玉，對吧？我不覺得他們的論文應該是以這樣的形式被呈現的。就是說，如果你這個工作的 contribution 是最後是一個 artifact，這個 artifact 很有用，大家可以用，然後也用得很好，那可能就是說你這個方法也夠了，你有一個 abstract 告訴別人這個 artifact 是怎麼用的，然後它以後成了一個 open source project， 然後甚至是 agent 在那裡實現，我覺得有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很多的 research 它其實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因為我覺得 research 的本質就是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嘛，對吧？那你這個 understanding 這件事情，我覺得不應該就是說完全是通過一個 AI 的方式來呈現。就 Leslie Lamport 是一個獨立獎得主，然後我就現在很多工作其實用了他做的一些 tools， 但他有一個觀點我非常認同，他就是說你如果不把這個東西寫出來，你其實並不能完全的去把這件事情想通透。所以我覺得寫作的過程是一個幫助人去把這個東西真正 understand 的過程。我個人其實不覺得它應該被省略掉。我簡直不能太贊同這個觀點，因為我也是覺得，就發現 PhD 的主要訓練這個寫論文的過程，就是訓練你的大腦的過程。對对对，你不能寫清楚，你這個問題一定是沒有思考清楚。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實我覺得很多 fundamental 的東西是並沒有被改變，然後有很多觀點被提出來，是因為現在的review system 然後有很大壓力，因為現在 AI 出來以後，大家的 productivity 變高了嘛，然後有很多的 paper 投稿，然後包括以前一些傳統的這個系統的圈子很小，對吧？系統的圈子特別小，然後以前可能每年就200篇投稿，現在變成1000篇投稿了。那你按照原來的這個組織來做這件事情，就現在壓力很大，然後壓力很大以後，就是說你這個 system 其實不 scalable 嘛，然後等你這個 workload 的 scale 上來以後，你這個 system 開始 breaking 了。我覺得我們應該反思的是怎麼把這個 system 去做好，讓它 scale 到現在的這個投稿量上面去，而不是說去把它簡化成一個另外的一個 system。你比如說你把這個 writing 去掉，或者你把這個 thinking 去掉，那我覺得這個 research 的本質就 break 了。我覺得確實很有道理，確實我們要想辦法去提高這個系統的 scalability。對，之前也聽過那個陶哲軒說嘛，現在的數學家和之前的數學家不一樣了。之前的數學家要想很多的 idea， 現在 idea 變得如此的容易。數學家要不斷的去 review 和做 verify，去驗證這個想法。對，可能接下來我們不知道哈，就是說這個論文系統到底會變成怎麼樣，但是一定要經歷一些改革。是的，是的，這個我完全同意。我覺得我完全同意，就是說我們應該去思考一下，在 AI 時代裡面，系統 research 它應該改變什麼，它應該怎麼做，對吧？因為我覺得 AI 它拔高了這個 bar，就是以前在沒有 AI 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做一些 research， 這個 research 的 idea 也不是特別的 interesting， 但是它有很大的工程量，然後或者說它這件事情需要一些特殊的 skill 吧來做，然后這樣的 research 現在就比較難了，因為 AI 可以幫你做這些事情，所以就是說 AI 時代你做 research 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就是你怎麼去 push 因為這個 frontier 不一樣了嘛，你怎麼去 push frontier 的方式不一樣，但是它research 本質的東西是我覺得並沒有改變，一個好的 researcher 還是一個好的 researcher， 就 Terence Tao 還是 Terence Tao， 對吧？他不是有哪個人他用了 AI 他立馬就比 Terence Tao 還厲害了，那我不覺得是這樣的。很明顯，尤其是現在能感知到有了 AI 之後，那些會發論文的会做 researcher 大佬效率更高了。对对对，我觉得 AI 把一個人的 productivity 增加了5倍、10倍，甚至是100倍，有人說。我觉得这个但是你这个基數在那兒嘛，就是如果你的能力是0，那你乘以100還是0。對，我也想說這一點，對就是說這個100倍，就是說如果是對於那種100分的人，他最後變成1萬，是的，對於1分的人變成了100，差距更大了。是的，是的。對，那我們回到你這個 research 本身，從你的 PhD 到你現在做了這麼多年 professor， 反正你拿的系統論文的獎是我見過最多的之一吧，就是你是怎麼看待這些獎項？雖然你剛才一直說不看好，就是無所謂啊。就我覺得這個都是就是運氣，對我來說。但是一個人的運氣反覆發生的話，我認為就是實力的一種標準體現。不是，我覺得不是，我其實不認同。就是我覺得當時就運氣好，比如說這2年我就論文拿獎拿的少了，我覺得，但是我就不覺得我的論文的質量降低了太多。那你回顧過去發了這麼多那個好的論文，就是說你覺得怎麼能夠持續不斷的去產生這些好的 research 呢？我其實覺得做 research 很簡單，你招到一個對的學生，他自然而然就會發 做 top research。就是一個人他的 quality 在這裡，他就能做出很好的 quality 的 work。所以這裡面的問題其實就是說你怎麼招到一個對的人，然後怎麼能夠去幫助這個人知道做這件事情的方法。只要你把這2件事情做好了，那後面就是一些 results 了，我覺得。哎，那我們拆解一下這個步驟哈。首先你怎麼招到這個人，2你怎麼帶這個人，來拆解一下。怎麼招到這個人就是一個，我覺得就是完全靠 gut feelings 對我來說，因為我不是一個想事情想那麼細的人，就是我比如說招 recruiting students 的時候，我就跟他聊一會兒，然後看看有沒有一些 chemistry。其實，因為我其實個人不 believing， 我有個朋友啊，我那個朋友特別有意思，他就是用那個 dating apps， 他用 dating apps 以後，他就經常在那兒。就是跟別人約會嘛，對吧？然後想怎麼去，然後我問他 dating apps 準嗎？因為 dating apps 就是說你一開始你把別人約出來跟人家度過了一個晚上，那這個人最後會不會是你一個長期的伴侶？他說即使是一個晚上都不行，對吧？那我覺得學生一樣，你面試這個學生半個小時，你難道這個人就是後面你要工作5年的人嗎？所以我覺得這個太難了，所以就是看緣分或者看 chemistry， 就是看你一些 gut feeling 的東西。那我們拆解後半部分吧，就是這個學生招到了，你怎麼幫助他發出好的 best paper？ 就發 best paper 還是那句話，不是我們的 goal。對，就怎麼樣去，我覺得怎麼樣就是說去做他想要做的 research 吧。因為我覺得每個學生他的 goal 也不太一樣，就是有些學生可能他就想做 startup， 他也不一定說要去發 paper。那我覺得也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是他可能他要做的 research 跟有一個學生說我要去另外一個學校以後要去做 professor， 或者我要去在 fundamental research 上面有一些突破，那這2個人的培養方式應該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我倒不覺得有一個就是 magic formula， 就是我覺得就是如果你跟這個學生有一個非常深入的聯繫的話，你應該是能夠 understand 這學生到底想要什麼，他喜歡做什麼事情，然後他最後的 goal 是什麼，然後什麼事情能讓他很快樂，他需要什麼，然後你把這些東西都整清楚了以後，我覺得你是應該能夠幫助到這個學生的，而且我覺得任何人都應該能夠幫助到這個學生。但是最難的就是說你怎麼能夠去建立這個聯繫，怎麼能夠去 understand 這個學生，然後去幫他去找到一些問題或者資源或者什麼，有很多時候也很難，就可能我覺得最難的就是這個學生說我也不知道要幹什麼，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那這個時候你就不斷的讓這個學生去嘗試不一樣的東西，然後最後你問他你到底是喜歡這個還是喜歡那個，然後根據一些經驗去選擇一些題目。我覺得哎呀，從你剛才這樣的描述當中，我感受到了一種經典的那種師徒制那個研究的美感，你知道嗎？就師徒制研究的美感。現在的很多老師和學生的身份有點像僱傭制。但是我覺得就是很早期的那種歐美的 research 做得好的，對吧？各種都是那種大戶很有錢的那些人，然後手把手帶着學生師徒制做出來的。我通過你剛才的描述，感覺確實就是這是被 AI 和 agent 無法取代的一些東西。對，你理解這個人，能夠和他一起工作，對，然後推動人類科技進步的發展，做有意思的事。沒那麼偉大，其實就是 have fun， 我覺得對。
但就是做有意思的事情，对吧？人生很快乐，真棒。虽然你很谦虚哈，就一直在说 best paper 无所謂哈，但是你在你的主页上说了一句話，就叫做 fight dragons not windmills，就是去征服恶龍，不要去征服那個微風，對吧？對，那個風車，對，這個怎麼體現在你與學生的相處當中呢？我覺得就是惡龍其實代表了一個真正的問題，然後風車代表了一個假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去解決一個真的有意義的問題是很重要的。然後去解決一個假的問題，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意義，特別是對於 system research 來說，因為 system research 是一個很貼近 practice 的事情，就如果這個問題它不是很重要，那去解決它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意義，我覺得。兩個點，第一個點，你怎麼幫助學生發現這個問題？第二個點，在伊利諾伊香檳遠離硅谷這麼遠的一個玉米地，你怎麼去發現真實的問題？這是個很深刻的問題，我覺得，就雖然就首先是第二個問題是挺簡單的，因為我覺得。即使是系統領域最重要的幾個問題，就這麼幾個問題，就是 fundamental 的問題沒那麼多，但是這個 fundamental 問題在實際系統裡面的體現有各種各樣的，所以我一直有個觀點，很多人不贊同啊，但是我有個觀點，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是個小問題，只有一些問題不深入，就是說對我來說，就是說 fundamental 的問題就這麼多，然後這裡面有一些 fundamental 的問題，然後它在具體的這個系統的實踐當中，它的 reflection 可能不太一樣，有些問題看上去很大。有些問題看上去很小，但是這些問題如果你挖得足夠深，它如果是個很難的問題或者很重要的問題，它必定是會回歸到一個非常 fundamental 的 deep 的問題上面去。比如說很多的那個 reliability 的問題，它最後就是這幾個最 fundamental 的問題，怎麼去 reason about concurrency， 對吧？怎麼去 reason about asynchrony， 然後怎麼去 reason about 一些non-deterministic behavior。如果你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那上層的問題全解決了，但是這些問題非常非常難，所以就是說你即使是個很小的問題，你也可以最後把這個問題做得很大。而且我其實是建議學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去做一個比較具體的、比較小一點的問題，而不要去就是我們說 boil the ocean。你一開始攤子鋪太大了，反而很難做。你把攤子你比較 focus， 然後有一個具體的問題，你反而比較好做。然後你希望能夠挖得越深越好，但是可能你反正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吧，然後到哪一個層就是哪個層，然後你下面一個 project 可以再去解決一些更 fundamental 的問題嘛，對吧？這是你的第二個問題，我覺得。然後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就是你怎麼幫助學生找到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對吧？這個東西就是還是那句話，就看學生的興趣了。然後有些學生他可能比較喜歡 theoretical 的問題，或者有些學生他非常喜歡 reasoning 一樣的東西。有些學生他非常喜歡 hacking， 他的最大的強能力就是說能夠把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hacking 得很清楚。這樣的時候你根據他的興趣，你可以去幫他去 map 到一個比較現實當中比較重要的問題，然後去從那個問題開始着手去做這些問題。就包括我自己組裡面有些學生他喜歡做formal-ification， 對吧？那 formal-ification 就是說你要去怎麼去定義 specification， 怎麼去用正確的工具去寫 proof， 然後最後這個整個系統可以被 formally verify。然後有些學生他就比較喜歡 empirical 的方法，然後他可能包括我自己讀 PhD 就是看很多 empirical 的 cases， 然後去想怎麼去通過一些automatic 的方法，然後把這些問題都給解決。我喜歡第二種。然後你在 UIUC 的時候承擔了一些就是教操作系統課的那個責任嘛，就是你的操作系統課我看在網上被學生就評成就是非常牛逼。沒有就是說你是怎麼教操作系統這門課程的？然後為什麼學生這麼喜歡這門課程呢？我覺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學生喜歡，可能我在課堂上講了幾個笑話吧，我覺得給大家講一下吧。這個我覺得操作系統這門課的它其實教的不是操作系統，就對我來說，因為就是 UIUC 的操作系統課，它其實把它分成了2個課，一個課呢叫System Programming， 然後它其實就是教操作系統裡面所有的東西，但是除了內核的，就是內核編程它不教，但其他所有的東西，包括 concurrency 啊，包括這些進程控制啊 memory 控制都教那些東西。這門課也非常非常好開的，是那個我一個同事叫 Lawrence Agrip， 他 manage 的，然後非常非常好。然後它裡面的大作業可能就是說讓你去寫一個 malloc， 對吧？然後讓你去寫一個 shell 這些東西。然後它其實這門課已經分擔了大部分的一些基礎性的訓練。然後後面一門課就是其實講的就是 kernel programming。但是你如果看這個 taking 這個 kernel programming 這個課的學生，我覺得每年10%不到的學生，甚至5%都不到。我覺得最後這個學生他畢業以後，他會去比如說灣區來做一個 Linux developer， 就這樣的人是5%。95%的人，他最後畢業以後，他都不會去做一個 kernel developer， 他以後幹的可能就是比如說 hacking Kubernetes， 或者是
去 build 一些 AI infrastructure， 对吧？那對他來說 Linux kernel hacking 到底教會了他什麼呢？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為什麼這門課對他們是有價值的，它不是去完全的講這一件事情，就是 kernel hacking 是一個載體，但是他得到的技能是怎麼去 manage 這個 complexity。因為在這門 OS 課之前，基本上所有的課你比如說做大作業，你都是做一個 building something from scratch， 對吧？你數據結構你寫一個小數據結構，你算法課你寫個小算法，然後甚至是你之前的寫個小 malloc 寫個小 shell， 它都是一個非常小的東西。但是我們那個課呢，你就是去 hacking Linux， 那 Linux 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非常非常 dirty 的東西。那一個學生怎麼一個學期，你其實是很難 hack 明白的。那你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怎麼能夠 making progress？ 其實它這個 skill set 在 company 裡面是很有用的，因為包括我自己到 Facebook 去，我上來一個巨大的 code base， 然後你讓我一個月能夠 making progress， 才能夠去 build 一些東西，那我是需要去有一個能力去 abstract 很多東西，然後去 understand 這個 complexity， 還能夠去 making progress， 還能夠去交流，對吧？然後文檔也沒有，然後這個code 都特別的 hacky， 然後這是 Linux 裡面都有的問題。當然 Linux 的文檔其實很好了，但是你 device driver 這些東西，它其實並不那麼優美的。然後我覺得就是說，如果一個學生他在學完這門課以後得到了這一個能夠去有信心去面對，就像你剛才說的一個惡龍，或者說一個並不那麼完美的世界，我覺得這是這個課教給他們最大的一個技能。所以我覺得教 OS 是有意義的，倒不是說我要把這100個人都培養成 kernel hackers， 畢業了以後。哎呀，我特別是有感觸哈，就是畢業工作了3-4年哈，我真的是越来越覺得，如果說你是一個計算機專業的本科生，這種 OS 呀、操作系統呀、網絡系統課，就是要好好學。我現在最後悔的就是這些課程學的還不夠扎實。等到，因為你會發現，無論這個大數據 infra、cloud infra， 甚至到現在的 AI infra 怎麼發展，它並沒有逃脫這個原來的那個就是圖灵架構呀，包括這個計算、存儲、網絡這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呢，就是你如何讓腦子裡邊就是把這些複雜的東西變得抽象，对，就是變得清晰。在做一個問題的时候，拿到比如公司的一個大任務，甚至說創業的一個大任務，把它一步步抽絲剝繭成一個最小的單元，再把這些單元一步一步的疊起來。是的，我發現是這些課程最大的意義。對，我認為這些課程，對，我認為這些課程教的是工程思維，計算機工程思維。對，它不會受外界的影響。你只要有了這種思維，無論 AI 再怎麼發展，你都能夠在這個社會找到一個很高價值的工作。我其實同意您說的。對，就是現在有一些論點，就是說CS 不要學了， CS 已經崩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哈，我認為可能是部分的一些就是說比較簡單的那種 software engineer 開發確實是需求量越來越小，但是整體來 build 的這種大的這種工程的這種，我覺得還是一直會 CS 這個學科不會消亡的。對，我不覺得它會消亡，因為我覺得就是這種大的 statement 它都是一個比較，就是我很難 understand 它的背後的 argument 是什麼。就是說我個人是的確覺得 CS 的 job market 沒以前那麼大了，因為 AI 可以 take 很多任務嘛，對吧？就以前可能非常簡單的一些任務你都得去雇一個CS 的 undergrad students 來做，那現在 AI 可以幫你做了。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擔心的是說這個 market 會 shrink， 我覺得它是會 shrink 的。但是你說 OS 會消亡，我覺得不可能被消亡，它還是一個需要人去，就像任何一個職業以後，它是需要人在裡面去做的事情。对啊，它整個這個目前的現代社會都是建立在巨大的這些那個 CS 系統之上的。對，那我們接下來就聊一聊 AI 和這些系統的關係吧。就是你研究了10幾年嘛，我看你的論文的主線其實比較對我來說很清晰啊。就是系統出了問題，怎麼找到這種問題，怎麼把它修好，reliability 居多，fault tolerance 居多。就是說現在有很多那種 AI， 就是說 SRE， 就是 AI reliability，对，這個 topic 特別火，現在對，超級火，拿的融資也火，然後在是的，在學術圈裡的 paper 也火。哦，這個是嗎？我覺得在學術圈裡面並不火。不火嗎？我不覺得火，對。哦，那可能我們後來再聊。那就是說，你覺得這些 AI 到底能夠把這個，就是說人的 SR 這些工作能幹到什麼程度，又幹不到什麼程度，邊界在哪裡呢？其實我覺得現在 AI 的能力，對吧？就現在那些 frontier model 的能力，比如說 Fable 啊，或者說那個 GPT 5.6那個 Sora 對吧 Pro 我覺得他們能力已經非常非常強了。就基本上，我覺得任何的 system 的 task，Theory task 我不說，就是說我說任何的 system task。
如果你把這件 task 怎麼做告訴 AI 基本上是能夠做出來的。所以如果這個問題是 AI 能不能做些 task， 我覺得它肯定是能夠做的。然後關鍵就是說你怎麼去做和這個成本是什麼的問題，我覺得。就是說，如果我們能把这個成本降下來，對吧？然後還有就是我們能夠有一個比較 general 的方法，能夠告訴 AI 怎麼去做這些 task， 那我覺得 AI 肯定是能把這些事情做好的。我不覺得 AI 做不好，就是說，而且我甚至不覺得 AI 缺了哪些能力去做這些事情。那麼人在這個裡面擔任的角色又是什麼呢？我覺得人在這裡面可以擔任的角色就是怎麼去指導 AI 做一些對的事情。就我自己一直有一個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非常 stupid 的想法，因為对我來說 AI 它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那就像公司裡面，咱們假設你這個公司，有無敵多的人，而且這些人都非常 hardworking， 那還是需要你去告訴他怎麼去做正確的事情，對吧？然後我覺得這時候就是人的這個工作了，就是你怎麼去告訴一些 junior engineer， 他可能是非常非常強的一個人，然後怎麼去做這件事情，你的 trade off 怎麼想，然後你應該去怎麼 decompose 这個 task， 然後一步步去做起来。然後把一些重複勞動的東西，然後讓 AI 來做。但是我不覺得 AI 就是至少現在的能力，你直接給它一個非常 vague 的一個 definition 或者 specification， 它其實也可以做，但是它可能要迭代很多輪，然後就非常非常的 costly。那這就引入另一個問題了，就是人光去指導這些 AI agent 了，然後讓它完成一些工作了，而且還是有經驗的人，有品位的人，那麼問題來了。那個剛畢業的學生怎麼變成這樣的人呢？就沒有這個訓練指導的過程了。就我覺得這個對於現在的比如說 CS 教育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我覺得。那我們暢想一下，那如何改變，然後能夠幫助比如說現在的 CS 學生能夠拿到這些經驗呢？我覺得就是現在學生他應該去通過 AI 來進行一些學習和工作。其實我並沒有理解到為什麼現在這個東西是很難學的，因為你原來就是說你原來的 senior engineer， 你比如說你原來積累到這些經驗是通過一個比較 human centric 的 process 來 learn 的嘛，對吧？然後他現在要做的事情是通過指導 AI 來做這件事情。那你作為一個 learning 的一個 student， 那你就 practice 這件事情唄，你就是通過 AI 來 practice 你的 learning， 然後包括通過 AI 來 practice 你的 research， 那你自然而然就會達到這個程度嘛。有兩個問題啊，第一個問題就是因為你太 junior 了，你的一些品味和指導可能不太夠，然後這 AI 的吐字吧，可能告訴你一些並沒有那麼就是高質量和高水平的一些東西，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這種崗位越來越少了嘛，然後就是說原來的話都是人通過一些小的崗位慢慢走上去的，能夠學到這個人與人之間交流，能夠提升自己。对，那就這兩個問題導致。就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我之前說的，就是我覺得人還是在這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啊，我們不應該就是去暢想一個完全沒有人的進行的行為。所以我覺得 advice 這些東西或者 mentorship 這些東西是不會被 AI 取代的啊，這是至少是我的觀點。就是說，你如果有這麼一個成長環境，你用 AI 還是能夠達到一個非常好的 quality 的。然後 market 變小了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然後，但是其實並不知道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行，對，那我們大家一塊來反思和討論吧，就是讓觀眾可以在彈幕裡邊和那個評論裡邊聊一聊。對。那麼你最近開始就是做一些 AI 加系統的一些工作了嗎？就是有一個工作，我覺得我很喜歡的，就是 AI SRE 嘛。你們 build 了一個 SRE gym，就是 build 了一個環境，然後來讓 AI 去解決那個reliability 這個問題。就你們這個環境現在差不多有102個真實那種IT 的操作场景，然後你們的整個 benchmark 講的是你們的 agent 只能解決 11.4% 的這個問題。就是你的觀察就是它為什麼只能解決這麼少的問題，它到底缺什麼 AI agent？你那個結果應該是1年前的事情了，我覺得是。對，然後首先第一點就是我覺得就是這個工作是我學生做的，其實不是我最一開始 initiate 起來的，所以它不能夠完全是認為是我的工作，我覺得。然後一開始的一個 benchmark， 我覺得现在 model 的能力，我覺得已經把這些問題全攻克了。就如果你現在用最新的 model 來跑一遍，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能夠到90%了都快。一年就這麼誇張嗎？一年就這麼誇張，對。然後我覺得 AI 的能力，反正去年年底有一波大幅的浮動，就是 Fable， 不对，不是 4.6 4.8。对，去年年底我觉得就是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就是25年年底跟26年年初，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本質上的能力有個本質上的飛躍。然後還有就是最近反正有一波新的 model 出來嘛，我覺得它的能力又提高了。
我覺得去年暑假的時候，它的能力還是一般的。然後這個 work 其實是前年年底的時候做的，應該是，所以那個時候的 AI 能力沒有那麼強，然後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是包括它的 reasoning hallucination 特別高啊，然後它的 context 也不是那麼大呀，所以就它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現在其實這些就是之前的那些problems， 它 AI 已經非常容易去貢獻了。但這裡面本質的一個問題就是，原來我們寫的那些問題是非常簡單的，因為我覺得 benchmark research 的它的那個 practice 就是說，它是隨着 AI 的能力來逐漸的去 build 這個 benchmark 嘛，对吧？因為一個好的 benchmark 能夠測到 AI 的 boundary， 所以當 AI 能力很弱的時候，你如果搞一個巨難的 benchmark，AI 一個都做不出來，那這個 benchmark 其實也不好。然後當然了，如果一個 AI 能力很強，你這個 benchmark 90%都被 AI 做出來，那這 benchmark 基本上也有點廢了。所以 benchmark 最好就是說你30%、40%能夠被 AI 做出來，然後60%、AI 做不出來，那它能夠 keep challenging 這個 AI。現在就是其實我們這個 benchmark 最大的一個 challenge。然後一個很清晰的問題就是說，因為 benchmark 它本來就是个小的環境嘛，對吧？就我們也只能有一個小的環境。雖然我們這個 benchmark 其實是可以有一些問題是一個，比如說3個節點、5個節點的一個系統，但是跟比如說跟 Meta 的這些 hyperscaler 的 system 相比，它還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 AI 在這些小環境裡面很強，它究竟在這個巨大的環境裡面強不強？那我覺得它不一定。然後，但是你怎麼去把一個小的環境去模擬一個巨大的複雜的環境？到底是哪些東西是應該被在這個小環境裡面被這個 simulate 出來？哪些東西你是可以去 abstract out 的？然後這是我們的一個比較關注的地方。然後這件事情其實挺難的，挺難的。對，因為你從一個大的系統變成一個小的系統，你必定得扔掉一些東西。那你扔掉什麼東西呢？對吧？就是說你扔掉的東西如果很重要，那你這個小的 simulator 就不管用了。但是你如果什麼都想 keep， 那你 essentially 沒法去把一個大的變成一個小的。但你小的又需要，因為你如果要做 RL 的話，那你太複雜或者在線的話，你是做不起來的。所以我覺得這是 SRE 的一個難點之一。然後 coding benchmark 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 coding benchmark 是個 offline 的東西，你就不斷生成 code 唄，對吧？然後去做，對。SRE 的話就太實時了，就是說你解決了一個問題之後，它能不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fix 線上的 bug， 然後要拿到一個反饋，然後整個這個反饋的話，它不是 offline 的，它是 online 的。是的。就所以我們現在想解決的問題就是這個 fidelity 的問題，對。這個能具體解釋一下嗎？就是怎麼去模擬一個具體的production 的 failures。比如我們最近我們學校有一個 program， 就是一個 undergrad research experience program， 叫 RU program。然後我們那個 program 今年夏天我們就讓那些 undergrad students 他幹得上呢，就是他去讀一個 postmodern。這個 postmodern 可能是那些 hyperscaler company 的，比如說 Cloudflare 呀或者怎麼樣。然後他們公布了一些 failure 嘛，就是他們講他們某一個時候然後有一個 failure， 然後他把這個詳細的描述放在這個網上面，然後這個學生就根據他的這個描述去把這個 failure 然後實現在這個比較小的這個 simulated environment 裡面，然後去測試 AI。然後我們發現，即使它這個小的環境並不能夠完全代表這個大的環境，但是比之前您剛才提到的那些最 basic 的 failures 對於 AI 的 challenge 是完全不一樣的，就是 AI 其實沒那麼強在這些比較仿真的failure 面前。我聽到了2點信息，第一點就是我覺得學生在這個過程當中確實能夠獲得很多鍛鍊。整個學校裡邊幫他去找到這些大公司的一些真實的問題，他可以提前的去上手。第二個點就是他在抽象成一個就是小的 simulator 的過程當中，就是這個 simulator 它之後可以用於做 RL。對，是吧？這個東西的話，現在這個 RL 這種 environment 公司 simulator 公司在硅谷可太火了。是嗎？對，太火了。就是說每一個 environment 只要能夠幫助這個模型真實的提高能力，之前的模型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然後通過在上面訓練之後解決了這樣的一些問題，然後它就能夠就這個 environment 就會賣得非常非常貴。I see。對，這是在硅谷大家一個已經默認、已經約定俗成的一件事情。對，所以說的話，之後接下來的話，我能看到的一點就是 SRE 這個 environment 這個東西會越來越多，我能感受到就會越來越多。然後 AI 需要通過這樣的環境去學習，來不斷的學習在真實世界當中解決工業級生產問題的一種能力。是的，真好，感覺 UIUC 也已經走在了前面，開始培訓學生了。那下一個問題就是在咱們這次訪談之前，你還發布了一個新的工作，那個工作我也很喜歡，就是說通過 agent 加上那個 formal method 的方式來幫助更好的測試。對，能跟大家解釋一下整個工作的大概的一個過程和原理嗎？可以，就是我們其實做 model checking，就是
model checking 的本質是什麼呢？ model checking 的本質就是你有一個非常 detailed low level 的 code， 然後你要把這個 code 寫成一個 high level 的 abstraction， 然後這個 abstraction 是用一個 mathematical 的 language 來描述的。這個 mathematical language 可以有各種，對吧？我們用的這個 language 叫 TLA+， 就是之前我提到的 Leslie Lamport 他寫的。然後如果你能把這個系統用一個 formal 的 language 來描述，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很多 formal 的analysis， 叫 formal reasoning。你可以 reason 這個系統的很多的性質，比如說 safety 其實和 liveness。safety 的就是簡而易見，就是說，壞的事情永遠不會被發生。然後 liveness 就是說好的事情它一定最後會發生的。然後但是你只要描述成了一個 formal 的model， 然後你就可以去 check 這些 properties。但是這裡面最難的地方就是你怎麼去寫一個這個非常 low level 系統的一個 high level 的描述呢，對吧？一個 abstraction 呢？那這件事情是很 intellectually challenging 的。然後對於一個 PhD students 來說，這可能就是他4年的時間，4年的人生。如果在 AI 之前，我們之前有一個 project， 然後有一個非常非常 talented 的 student， 現在在 Microsoft Research 做研究員，他就是整整5年他就幹這件事情。為什麼他要幹5年時間呢？就是他一開始得去學這套 formal 的東西，就 TLA+ 這套 formal 的東西，其實在所有的 undergrad 的課程裡面是沒有教到的，對吧？你可能花1-2年時間去把這套東西學懂了，然後你學懂了以後呢，你還要去寫一個這個 specification。就我們 specification 是一個非常 overloaded term， 就是其實它寫一個 formal 的 model 和一些 environments 就是这些性質。然後你要寫這個，你要把一個系統寫一個好的 model， 你必須去非常非常 deep 的 understand 這個系統，不然你是沒法去abstract 它的嘛，對吧？你得去 understand 這個 system by heart。那對於系統研究員來說，這個系統必須是一個真實的系統。咱們就假設這個系統是，大叔你最喜歡的系統是什麼？分布式系統。最喜歡的分布式系統那就是那個 Google 那個 Borg 吧，就是 Kubernetes 吧。Kubernetes OK，就我們當時一開始做的時候是 Zookeeper， 就 Zookeeper 是一個consensus 的 system， 它已經很複雜了，它有一個 consensus protocol 叫 Zab， 然後就是這個學生呢，他得去 understand 所有的 Zab 裡面的一些 detail， 然後並且能夠 understand Zookeeper 是怎麼 implement Zab 的，然後 understand 這些所有的東西呢，他就可以去寫一個 formal 的 model， 然後他寫完以後呢，而且你的系統在變啊，你的 code 在變，你明天又有一個新的 release， 你還得去跟進這個 code 的 evolution 去寫不一樣的model， 对吧？就是，然後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 costly， 而且是非常需要 skill 的。所以就是那個學生叫瑞澤就是花了4-5年時間去寫了這些所有的東西。然後寫完以後呢，你就可以 plug in 所有的 formal 的那些非常非常美好的 tool， 然後讓他們能夠去轉，然後呢發現這裡面的問題。你可以做 model checking， 你也可以做 proof， 就是 proof 是一個更強的 guarantee。但是這件事情就是得做5年，而且我們5年就做了一個系統。但是我們做了這一個系統以後呢，就是我們解決了很多這個系統裡面很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對吧？他當時我記得 Zookeeper 裡面有一個問題，然後那個問題好多人都去研究過了，然後非常非常複雜。但是通過 formal 的 reasoning， 它可以清晰的告訴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兒。然後，但是它太貴了，它需要一個 PhD 花5年時間去做這件事情。然後，但是現在有了 AI 以後，它就變成了一個5個小時的工作，就真的這麼誇張嗎？就變成了5個小时，就5年變成了一個5個小時的工作。因為 AI 它不需要去學這個所有的 formal 的 specifications， 它已經 learn 了，它現在 frontier model 寫這個 TLA+， 它寫得很好，它就像其實想寫一個 C 語言或者寫一個 Python 語言一樣，寫得非常溜，對吧？然後而且 AI 對系統的 understanding 其實是很深的，因為它已經 learn 了所有的這個 source code 之類的，你再把 code 給它一下，它就立馬就能夠 learn 到了，所以這些時間全被 AI 自動就是說 naturally 的已經知道了。然後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說沒解決的，就是以前比較 intellectual 的事情，就是你在 model 這個 system 的時候，它最難的一點就是說你怎麼去 model 呢？因為你如果還是那句話，你想 keep 所有的東西，那你最後這個 model 就寫不出來了，因為你什麼東西都想要嘛，你這個 model 就變得足夠大，然後你就沒辦法去能夠做一些形式化的事情了。但你如果這個 model 太簡單了，那你也發現不了任何問題。那你什麼樣的東西應該去被 model， 什麼樣的東西不應該去被 model？這個以前就是靠老師傅的經驗了，或者靠一個非常 talented 的 PhD students 他的 intuition， 他的這個 intelligence 了。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塊東西交給 AI 了。我們說 AI 你還是挺聰明的，然後你能不能幫我們去把這件事情就是自己 figure out。然後我們 figure out 這件事情的方法呢，就是說因為一個成熟的open source project 它都經歷了很多年了，所以它其實知道就是說哪些地方很 tricky， 哪些地方其實不太會出現問題，對吧？然後這個其實就是我們 human 的 intuition 出來的時候嘛，就是說我原來知道這個地方很難很容易出錯，所以我要把它 model 的細緻一點。然後另外一個地方我覺得沒什麼大問題，所以我就不 model 它了，所以我們就原來是寫這個 model。然後我們現在就告訴 AI 說，
就是根據你的經驗，這樣的 code 非常難，非常 error prone， 然後非常容易出問題，你就去把它 model 的這個精細一點。那個地方可能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出現過問題，那你就不要去 model 它，你就把它 abstract out。然後 AI 其實這件事情也做得很好，所以 run 了一下以後，就是說 AI 其實能夠去寫一個很好的 model， 然後而且這個 model 能夠跟你 implementation 去 conform。當你這套東西都弄成熟了以後，那後面的事情就交給以前的 formal methods 了，就是說你想做 model checking 或者你想做 proof 都可以。當然了，這裡面主要的一個 challenge 就是說，還是那句話，就是 AI 它不是人，它會去做 road hacking， 它經常去寫一個 model， 這個 model 看上去很好，但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後這時候你就得去想一個辦法去指導 AI， 或者甚至是去 force AI 不要去做這樣的 road hacking， 然後能夠去一步一步的幫助 AI 去 understand 這個 system， 然後能夠去把這件事情做起來。然後這件事情基本上對於一些 open source 的 distributed system 的 project，它就是5個小時的時間了。现在，这个我听出来很多很多東西啊。第一個就是對於這個領域來說，這個生產力提高了這麼誇張嗎？從5年變成5個小時？是的。所以現在 formal methods，AI for formal methods 是個非常非常火的領域。就是以前的 formal methods， 就是說這一套東西其實一直有了。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做 fundamental research 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為什麼我們能加速到這個，是因為前人都給我們 pave the way嘛，就已經把路都鋪好了。只是原來它一直在 industry 沒有大規模生產的原因，就在於它太貴了，它需要非常強的 talent， 然後能夠又非常非常昂貴，然後在硅谷這麼一個就是 moving fast breaking things 的這個 culture 裡面，它是不成立的，對吧？然後其實在 NASA 就成立， NASA 一直是 verify 他們的東西的，因為你把一個火箭扔到 Mars 上面去，出錯了特別昂貴，然後他們都不寫 multi-threading code， 因為 concurrency 太 hard 了。他們每次都是寫一個 single threaded code， 然後 formally verify， 然後放得到那個 NASA 那個 Pathfinder 上面，到火星上面去。但這套東西在硅谷不成立啊，因為大家競爭那麼激烈，你 code 寫那麼快，對吧？但是一旦 AI 把這套東西自動化了，那它就成立了。所以就是現在大量的這個 AI for formal methods 的公司現在就冒出來了。呀，太誇張了！就能不能跟最普通的觀眾解釋一下，這個東西對於大公司，對於各種公司到底有什麼意義？它就是能夠幫你去解決一些非常非常就是通過人腦去做 reasoning 沒辦法去做的一些事情你現在可以去用一些就是 mathematical tool， 然後來幫助你去驗證或者說是 check 你這個系統裡面的一些 behavior。就是這個東西它平常通過 debug 反覆試錯的方式查不到嗎？就 debug 是一個 reactive 的 approach， 就是你出了問題你才會 debug， 對吧？就是但是我們的 dream 就是說這個問題永遠不會出現，就是我們假設我們能夠去completely formal verify 一個系統，那你就根本不會出問題，因為如果你 verify 了，它 verify 就說明你不會有這個問題。我用數學證明了這個系統不會有一個你想要就是你 target 的一個問題。那之前的話我能理解，就是說對於很多公司來說，投入產出比不成正比，太耗時間了。是的，你還不如不斷的試錯，對吧？你把系統上線了再說，然後每天那個發現問題，或者你買保險嘛，你去買個保險就行了。對。如果這個問題它10年出一次，你就去買個大保險，萬一它出了，你找保險公司賠付嘛。對。但現在你不用買保險了，你直接可以這個 formal tool 可以告訴你，我10年我保證你不會，你100年你也不會出這個錯，那你就不用買保險，你也開開心心在那 run。我之前有一個同事，他曾經幫過一些公司在做這個東西，就是比如說幫助那種大型的雲計算廠商。對，因為他每次掛一下，比如說非常昂貴，對吧？那種 EC2 掛一下，整個美國一半上不了網了，就是說那個服務全掛了。對，他們就不得不養一支團隊來專門做這件事情。就做這件事情以前在 AI 時代之前最熱衷的就是現在還是最熱衷的就是 Microsoft 嘛，因為他們有 Azure， 想他們的 reliability 很重要，還有就是 AWS 是對，基本上就這兩家公司就是在養着團隊來做這件事情。然後但是有了 AI 以後，我覺得這個 barrier 就變得非常的 low 了，然後很多人都可以去做這件事情。那你覺得成本會怎麼樣呢？會需要消耗多少 token 呀？就是說這種產生這些東西的和到最後產生的價值。這裡面的問題就比較 technical， 因為看你想做到什麼樣了。就是我覺得如果你想做完全的 proof， 它至少現在還是很貴的。就是瑞澤之前，我們不是做那個 T-Labs 那個東西嘛？就是說他因為他之前寫了這個東西寫了5年，然後他現在想讓 AI 來寫這個 proof，然後他就 run 了一個就是 Zookeeper 的 system spec。system spec 是一個描述系統的 specification， 它不是一個描述 protocol 的 specification， 所以它是比較 low level 的。然後他當時 run 了一下，然後花了2000刀，run 了5天。那如果這個我覺得還是一個比較昂貴的事情，但是所以我們當時選擇做這個 project 的時候，我們沒有去選擇做 proof， 我們選擇做 model checking。然後 model checking 是一個比較便宜的，而且你能夠立馬就能夠得到這個反饋的一個東西。我覺得就我們當時想做一個 tool，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tool 更實用，比做 proof 更實用一些，或者
更 practical 一點，至少在現在這個當下。但是我們也想去做一些 proof， 未來去做一些 investment。那我再進一步的理解的話，就是現在的話，很多公司在開發自己的系統的過程當中，就可以着手加這個東西了，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是邊開發邊用這套系統，是的，去不斷的驗證，是的，是的。這樣的話，每一步它都是不出問题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們都做系統都知道嘛，過早優化是萬惡之源，對。但是你在做系統的過程當中，就在最簡單的 MVP 過程當中就開始應用它，然後每加一個東西。是的，對的，加進去，再每加一個東西，是的，看起來會是一個很美好的一個光景哈。是的，是的。尤其是現在 AI agent 在沒人的照看之下，即使有人的照看，你現在你都不看它代碼，很多人都對吧？直接一把梭，我說一個需求，光出來一個軟件。對。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能夠提供一種服務，能夠幫助這些各種人寫的亂七八糟的這些 AI 系統，去校驗，在上線之前做校驗。那看起來能夠避免很多問題啊！是啊，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提的一個概念叫 SDD， 叫 Specification Driven Development。對，就是說你先把 formal specification 寫好，然後你每次在那裡AI 寫東西，你都能夠 prove 它或者 verify 它，你寫出來的 code 跟你的 spec 是 satisfied 的。那這樣的話，你不管 AI 怎麼搞，你最後產生的這個東西都能夠被 verify。所以如果是能夠這樣的話，我覺得它可以減少很多的 AI 的問題。我覺得。哎呀，無論是從學術還是從創業角度，這都是一個很好的 idea 呀。對，我覺得現在 AI formal methods 有很多的 startup 在做，對，就是看你的這個 anchor point 是什麼，對。哇，給現在的這種 AI agent， 然後 build 的系統做各種各樣的 formal method。對，去 verify 它，去 prove 它。哎呀，我發現確實要跟大家不斷的去交流哈。你像我這種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情的人，就對這個很空白。剛才你已經可能用最樸實的語言給大家講了，雖然我還有很多東西不明白，但是能夠感知到這個東西，哇塞，現在可行了。對它，但是我想指出來的就是，現在我覺得怎麼說呢？就是說，其中一個很難的問題，你可以看到現在有兩個聲音，對吧？就現在，比如說現在所有的做 reliability 有兩個聲音。第一個聲音就是說，現在 AI 時代，你用 AI 做系統，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reliability 跟 security。是的，你沒法去保證它，而且你特別慌，這件事情太慌了。對。然後，但是還有一個聲音就是說，現在系統都能夠去被 formally verify 了，然後這件事情都現在已經開始一鍵生成了，5年的時間變成了5個小時的時間或者5分鐘的時間。那為什麼這裡有個巨大的鴻溝呢？在這裡，就如果第一個事情成立，第二個事情應該不成立啊？為什麼呢？就原因就在於，即使你能夠 formally verify， 它 formally verify 只是告訴你的系統的 code， 它跟你需要的 specification 是一致的，它其實就幹了這件事情。但是我覺得還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就是你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系統啊？你的需求是什麼？你要什麼樣的 specification？ 這個事情我覺得很難解決，就完全靠 AI 來做很難解決。然後是需要去有經驗的人來做這件事情的。就是高層需要有一個人來指導完成這個 specification。對，甚至這件事情是挺難的，因為你有時候你一開始要這個系統，你自己也想不透你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系統，對吧？對。你可能你一開始定這個系統說我的。就在這個 formal specification 裡面有一個叫 fault model， 就是說你 envision 就是說你的 faults 會長什麼樣，然後你就可以 build 一套 fault tolerant 的系統。那可能明天第二天你發現，哎，你的這個 infrastructure 裡面有一些不被你的 fault model 描述的其他的 faults， 那怎麼辦呢？所以就是定義這個 specification 其實還是並不那麼容易，我覺得太難了。對。那你整個的職業生涯的前半段就是在設計這些 reliability 那個操作系統。讓人啊不容易犯錯呀，是更好的去幫人去解決這些系統的問題。現在能夠看到你開始逐步的設計一些，就是和 agent 聯繫起來，就是能夠讓 agent 也好，讓各種 AI 工具也好，幫助人去做這些維修，以及建立更好的 agent native 的一些系統。那你最終的一個，比如說理想是什麼？就是說你最終可能達不到哈，你希望計算機操作系統會變成怎樣的一個狀態呢？這個問題挺 deep 的，我覺得還是一個，就是從 reliability 角度出發吧，就是一個 reliable 的系統。這個系統可能未來它的用戶至少80%是 agents， 然後 agents 也不是完美的，它會犯錯誤，對吧？然後它有可能會 hallucinate， 然後它有可能不着調，然後你這個系統怎麼能夠去就 tolerate 這些東西，並且能夠給一些 feedback， 因為 agent 也是個很聰明的東西，你只要給它 feedback， 它第二輪它就會做得比較好。然後這裡面我覺得有很多的系統問題必須被解決，不解決的話，這個系統是成不了這樣的一個系統的。哎呦，我也是深有同感，就感覺這個系統
在未来特別特別的美好。但是你真細想的話，中間多少困难，就是需要多少 PhD， 多少就是系統的那種工程師去一點一點去抠出来。对，感觉有点曼哈頓工程的感觉。其實我覺得很多 principle 都已經在那兒了。然後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個 project 叫 ROC， 叫 Recovery Oriented Computing。不知道。它是2000年左右，就 David Patterson 是 Berkeley 的一個 professor， 他後來得了圖靈獎，因為做那個 RISC-V。對，他當時領導的這個 project 叫 ROC， 叫 Recovery Oriented Computing。然後他當時的大的這個 headline 就是說，他說，因為 computer system 必須會掛嘛，就是說，如果你把所有的錢全投入在，即使你把所有的錢全投入在 testing 或者 form verification 上面，這個系統還是會掛。所以他說，我們應該把至少很多很多的錢去投入在怎麼做 recovery 這件事情上面。就我們不應該去 assume 說一個系統永遠是就是 reliable 的，反而是應該去思考，就是說，當一個系統不 reliable 的時候，你能夠怎麼辦？然後我們能不能把這個系統把它構架成一個即使它掛了，它也能夠快速的 recover 回來的一個系統？這就是他們的一個大 project。那是一個 Stanford 跟 Berkeley 的一個collaboration project。他当时從 NSF 拿了很多很多錢，然後他當時有很多的 idea， 這些 idea 在當時都沒有被實現。然後第一個 idea 就是說，他說，我一個很好的系統，那我如果他當時就是他其實是一個面向人的，他當時就是說他去觀察了一下 industry 的系統，他其實特別有意思，他問這個系統那個出故障到底是硬件不好呢，還是網絡不好呢，還是人的問題呢，對吧？然後一般大家做 fault tolerant system， 我們的腦子裡面想的都是肯定是硬件又出故障了，或者這個機器又掛了，或者 Intel 又有這個 core 又 flaky 了，或者怎麼樣的。但是當他們去自己做了一套調研以後，他發現故障率最高的是因為人的操作的問題，就是 operator 的問題。因為一個系統是要通過人操作的，然後系統又很複雜，然後所以人經常犯很多錯誤，然後這是其實最大的原因導致這個系統掛掉。然後這個被 Jim Gray 後來也得了圖靈獎，他寫了一篇 seminal paper。他當時有一個公司嘛，在硅谷叫 Tandem System， 那個 product line 叫 Non-Stop System， 就他那個公司想做的這個 system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 Non-Stop 的一個 system， 它名字就叫這個。然後後來他自己去研究了一下，他把很多很多的精力全花在了怎麼去做 reliability 什麼的，但那系統還是會掛，所以他就寫了一篇 paper， 做了一個 empirical study， 然後他就說這麼一個公司，它的 selling point 就是 reliability。那最後我們在那個賣給用戶的時候，它掛了，它到底是什麼原因？然後他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就是它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的操作上的問題，它不是硬件掛，這個系統軟件已經能夠去容錯了，對吧？然後就 David Patterson 反正就把這件事情推進了一步，然後他就是說，那我們不能夠去 assume 用戶不要掛，我們應該 assume 就是說我們這個系統當掛了以後該怎麼辦。然後他有兩個非常 cute 的 idea， 一個 idea 叫 system wide undo， 就是說如果這個人他 make 了一個 fail 的操作，那我怎麼能夠把這件事情 undo 回來呢？我重做一下，對吧？因為人會犯錯誤嘛，那人錯了就我重新再做一次。就像我第一次申請 PhD 失敗了，那我再重新申請一下。但是他覺得這個系統必須能夠 allow 你做這個。就如果這個系統不 allow 你做這個，你先失敗了一下，你怎麼能夠做 undo 呢？因為其實這件事情是很難的，因為沒有一個系統 support。你比如說發一個郵件，你已經發出去了，那你怎麼去 undo 這件事情呢？對吧？所以它必須有一個很系統化的機制來保證你能夠去做這個 undo。然後他們當時有一個 paper， 而且這個事情是很難去 generalize 的，所以他們做了一個特例，他們做了一個 email server， 他們覺得 email server 是一個很難的事情，因為發 email 或者怎麼樣，這些東西是很難回滾的，所以他們就說我們就針對一個比較難的問題，我們做一個可以 undo 的 email server， 然後他們有3個也不知道5個 principle， 然後這是他們的當時的一個 paper 發在 ATC 上面的，他們的一個 cute idea。另外一個 cute idea 叫 micro reboot， 然後他們当時說的就是我們在系統就是有問題的時候，我们最常規做的一個操作是什麼？重啟。我們其實很少，比如說我們藍屏了，很少時候說，哎，我藍屏了以後，我要去知道這個 bug 在哪裡，直接重啟，然後又可以恢復，那麼繼續工作嘛，對吧？所以就是說70%的 recovery 的 mechanism 都是 reboot， 但是 reboot 在工業界系統裡面是很昂貴的，因為你有 cache 啊那些東西 ，TLB 之類的東西，對吧？你如果 reboot 了一下，你所有的 state 全丟了，所以這個東西很昂貴，但是它卻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那怎麼辦呢？那我能不能把這個系統構建成一個你不用全局 reboot， 然後能夠 micro reboot 的系統，就是你只要去 reboot 那一個構件，而不要去 reboot 整個 memory 或者怎麼樣，就是他們當時的一個 idea。他們當時也做了一個案例，也很難去 generalize， 就做了個案例。但這件事情其實已經被現在的一些範式實現了呀。就比如說我們現在說的那個什麼microservice 或者 serverless， 它就可以 micro reboot， 它就可以去 reboot 一個 microservice 或者 reboot 一個 serverless 本來就一直在那 reboot 嘛，对吧？所以這個東西已經在那了，我覺得。所以我覺得 agent 的時代，你就可以把那些經典的 principle 拿過來，然後拿來主義嘛，對吧？然後想一想哪些東西其實是非常好的東西，然後能夠用在
能夠去幫助 agent 的，然後哪些東西可能並不需要了，然後你就去不用去那麼重視這些 property，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個非常好的為 agent 設計的就是說一個系統。我的天哪，感覺就是還是要和俊成老師說的一樣，要多讀計算机的那種發展史呀。就你從发展史當中，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些非常好的人類的智慧。是的。然後在這個新的時代應用這些智慧，就是反倒能取得很不錯的效果。就剛才你在說這個東西的時候，undo這件事情，媽呀，設計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是 agent 用的，然後每個 agent 的操作全部都可以 undo，多麼漂亮的一套系統。是的，我覺得這完全是可以實現的，這並不是一個理論上多難的事情，只是有沒有人願意去。就我覺得現在 AI 系統的一個很大的 challenge 就是說它發展太快了，对吧？就是說很少有人願意說我潛心下來花1年2年時間去做一個系統。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challenge， 就是說如果你 AI 的能力一直在變，或者說你很多的範式一直在變，那你的確是就是說你怎麼去快速的做一套系統出来，然後能夠想清楚，然後能夠用讓可能一個未來的 agent 的範式能夠用，我覺得這是個 challenge， 這是一個現實的 challenge。而且之前的時候大家能感覺到Cloud 在升級完之後，反倒变得有些地方变得不太好用了。但是因为它这是一个训练过程嘛，你是加数据然后踢数据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套系统应用在这里边，你可以 undo， 对吧？你不用重训练，你可以 undo something， 对吧？每一次训练都好几亿美金，哇，这也是无论从大的那种这个 AI 训练系统层面，还是在那种小的 AI application 层面，这些智慧都看起来好用啊。是的，但就是比较难啊，这个东西需要潜心修炼。我觉得现在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在過去比如說20-30年之前，就是 reliability 它包括 security 它永遠不是一個，它一直不是一個就是 first class 的 principle， 對吧？因為 reliability 跟 security 不賺錢啊，就是 performance 賺錢，性能賺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人 build 系統它都是靠第一件事情就是性能，你把性能提上去，或者 feature 跟 performance 這兩件事情是賺錢的。reliability 呢就是說或者 security 你就是擔心它不要丟錢，所以你其實可以通過很多其他的方法來實現，包括我剛才說的買保險，你買個保險，或者說你寫很多 test cases， 雖然 test cases 從來不完備嘛，但是你至少給你很多 confidence， 所以你讓一個公司去投很多成本在 security 跟 reliability 上面，很多公司是不願意投的。但是我覺得 agent 把這件事情掰過來了，因為你如果讓 agent 來主導做很多事情，包括寫 code， 那 reliability security 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它都不是一個你可以去 scale test cases 能夠解決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然後 researcher 可以去抓住，特別是 reliability security researcher 可以抓住，然後得到很多資源，然後去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的。實際上是這樣的，現在每個公司的那種掌握資源的人也都發現了，這個讓 agent 去做一些提高上限的事情不那麼困難，反倒是如何不斷的相信這個 agent 變得很慌，就大家都很慌。包括你現在用一些 AI agent 的時候，你會發現一些高價值的跟錢有關、跟那些填表有關、跟個人信息有關的時候，你讓他去做，他那個官方就說不建議你去做這件事情，因為不想承擔這種責任嘛。那如果說有人能夠幫助去解決這種安全性問題，產生的那套系統帶給大家的價值呀，不可估量啊。但我覺得這就是現在比如說最火的幾個 topic 之一嘛，就 trustworthy AI 之類的，對，是這樣的。那麼最近的話，你也來到了這個灣區嘛，來到 UC Berkeley 去做訪問，這是一個怎樣的考慮呢？這個其實沒什麼考慮，因為我這個人不是一個計劃特別多的人，就我其實從來不計劃5年以後的事情或者3年以後的事情，我最多計劃這1年要幹些什麼事兒，非常粗淺的一些計劃，所以就因為我本就是 sabbatical 是個學術休假，就是美國的大學它有一個機制，就是你工作了一般是6年以後，你有一個1年的時間的一個學年的學術休假，然後它的這個本質上的意義就是說，因為每個學校都有很多 limitation 嘛，都有很多 biases， 你在一個地方待久了，有可能你就很難去就是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對吧？因為你把所有的東西都 take as granted 了，所以他其實想 push 你去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跟你不一樣的環境，然後能夠有一些反思，然後甚至是你回到這個學校，你可以去implement 一些你看到的一些好的東西，然後改變一些不好的東西，所以它是這麼一個機制，是學術休假。然後我去年本來就可以學術休假，因為我本來打算是去年學術休假的，因為我已經工作滿6年了。但是去年因為那個 President Trump 嘛，他不是大量削減這個 NSF 的經費嘛，所以因為 UIUC 又是一個非常大的公立學校，我們是最大的幾個公立學校之一。然後當
federal funding 被大量的 cut 以後，其實對學校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當然我實話實說，就是我們當時系裡面也挺 panic 的。然後這個 panic 我個人覺得也傳染給了很多 PhD students， 因為就是說 PhD students 他也覺得經費削減了，或者再加上 AI 的衝擊，我覺得大家都非常 nervous， 我覺得。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哎，還是那個時候如果我走了的話不是特別好，所以我就想那就暫時不學術休假了，所以就推後了1年。然後今年我覺得比較穩定了，所以我覺得就來進行這個學術休假。然後當時我也沒什麼計劃，然後有一天我碰到了那個現在的 host， 就是 Jan Stoica， 然後我當時就聊起這件事情，那我就說你們 Berkeley 有沒有歡不歡迎？然後他就說那你來吧，然後所以就來了。但是當然還是他這個人還是非常 considerate 的，他當時就是說他考慮的是你來了以後會不會開心，或者說你來了以後會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當時就邀請我去參加一個他們的 Skylab 的一個 retreat， 那個 retreat 特別大，我當時都沒有想到那麼大。然後有工業界的，有學術界的，然後學生在那做 presentation， 然後我去了，我覺得還挺好的，所以我就來了。其實沒什麼太多的計劃。哎呀，你刚才信息量也太大了。第一點就是大時代背景之下，然後無論是學校層面還是個人層面，確實都會有很恐慌的那種情況。對，是這樣的。這東西就很難 control 哈，是的，沒辦法的一些東西。第二點就是你自身實力過硬的情況之下，找到這種比較頂級的 research 去做一些 visiting 也是易如反掌。我覺得就是因為 sabbatical 這個東西對別人是沒有一個太大的壓力的，它其實提供的就是一個 position， 你過來可以做交流，所以大部分的學校都是很歡迎的。所以我覺得就如果有老師他在考慮學術休假，我覺得你不用去太擔心這些事情，你應該去多問，然後其實機會還是很多的。然後我覺得我選 Berkeley 的一個原因就在於，因為 Berkeley 的研究風格跟 UIUC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我就是2个对立面，甚至說，對，反正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學術休假嘛，就應該找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所以我覺得 Berkeley 可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比如我去一個非常相似的學校，有可能那個學校也特別好，但是可能就是說，由於太相似了，那為什麼我要再去那個地方呢？對吧？就是對，我也之前聽過一個說法嘛，就是說一個頂級聰明人的表現形式就是腦子裡邊允不允許多種不同的聲音和方法論、世界觀。是的，你現在已經有了一個那種玉米地科研的強大的方法論和世界觀了，你也想來看一看嘛，對不對？對，反正以你個人的性格，其實你也沒有預設你一定要怎麼着，就看一看就好了。是的，因為我覺得 research 這個東西是個很美好的東西嘛，對吧？然後我覺得所有很美好的東西，它都沒有一套標準的，它都沒有一個就是你必須做 practice A 或者這個 procedure A， 你就是我覺得。Academia 或者 research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東西，所有的人他可以有不同的這個方法或者不同的 philosophy 或者不同的 principle， 他最後都能夠做出一個讓你覺得美的東西。那你美的東西大家都喜歡嘛，你就應該允許各種各樣的不一樣的風格，我覺得。然後 Berkeley 的風格跟 UIUC 的風格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然後 UIC 的風格跟 MIT 也不太一樣。那我覺得所有的就是說都可以應該是這樣的，對。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就是sabbatical 這個東西被 design 出來的原因之一，對吧？就他就想讓你去看看不一樣的東西，最後能夠去有這樣一個交流。我覺得又出現了一個金句哈，就是美好的東西都是沒有什麼標準的，對，百花齊放。是的。哎呀，這個我覺得也是人的一個本質哈，就是是。你現在 AI agent 能力這麼強了，你要讓自己就是過得開心、過得快樂，還是要去找一些沒有標準化的東西。包括最近大家一直在說嘛。AI 現在做的最好的是什麼？標準化的東西，能做題的東西，能出題的東西。AI 做的最差的是什麼？就是很難定義、很不標準化的東西。對，我覺得您說的挺對的，是的。那這就是你整個的一個研究的一個討論吧，算是。那麼再聊一些比較務虛的大的話題吧，就是你博士期間，去過很多地方做實習。Net APP，然後 Facebook，然後 Microsoft 的 Research，然後現在是長期耕耘在學術圈。你覺得就是說，計算機的工業界和學術圈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你指的工業界其實是就是 industry research 對吧？因為不然的話是沒法比較的。就是 industry research 跟 academic 的 research 他們的區別在哪裡？都行吧，反正你看你怎麼去判斷就好。我覺得就是 industry。我覺得就是這兩種 research 的雖然都是 research， 它的本質是一樣的，但是它的表現形式是非常不一樣的。就我覺得 academia， 特別是現在有了 AI 以後，我覺得更要做 fundamental research， 就是因為 academia 現在的資源變少了嘛，就是由於政府上的一些干預之類的。那你資源變少了以後，你
就得去做一些特別 fundamental 的東西。然后我覺得 academia 的 job 是去 push the boundary， 對吧？你可能今天 push the boundary， 明天 AI 就學到了這個東西。那但是你不斷的去 push boundary， 然後那 AI 才能夠去學習嘛。所以我覺得 academia 應該做這樣的一個好的 research，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 research。然後 industry research 它是一個 applied research， 它應該是由實踐來檢驗的一個 research。那它必須是有用的，然後必須是比較短期就可以見到成效的一個 research，甚至應該是有很大 impact 的 research。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research 的 style 是非常不一樣的，而且你的目標是不一樣的，它做起來的方法也非常不一樣。這就是我覺得就是看，比如說有一個人他面對選擇的時候，他 essentially 這個問題就是你想要做什麼樣的 research。如果你一個人他說我就想做一個非常practical 的 research， 然後能夠造福很多人明天或者下個月，那我覺得 industry research 可能是個很好的 goal。那有些人說我就想做一個 pie in the sky 的 research， 對吧？就看着天空，然後就覺得我去想象一下未來的世界是什麼樣。我覺得這樣的 research 在 academia 就挺好的，對。那之前的話，俊成有個觀點，就是說 PhD 去實習的時候，去工業界就不要做 research。他說俊成就說，在工業界的 PhD 就應該天天就是說完全的深入到工業界這套系統當中，每天看到身邊的人在系統工程師在寫什麼，他就寫什麼，然後拿到最一線的对這套系統的認知，然後回到學校去慢慢的去提煉，去看能不能做出更好的東西。你怎麼看這個觀點？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方法。我覺得就為什麼我們要去實習？因為我還是很鼓勵學生去實習的。我覺得實習也是個非常好的事情，因為你換一個環境，然後你看到一些不一樣的系統，原來你是在 academia 根本沒有機會去接觸的，對吧？然後而且你跟不一樣的人去工作，所以我覺得你如果去了實習，然後你還在做學校那一套，那明顯不是一個很好的 practice， 對吧？所以我覺得你去了 industry 或者你去了實習，你就應該幹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這個暑假裡面，然後你去學一些東西。當然這個學習的方法有很多了，我覺得就是說你可以去，比如說我第一個實習就是把我自己的一個research 去 apply 到這個 industry 的系統裡面去，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那你也可以去就是到 industry 裡面去學一個他們的問題，然後他們那裡最重要的問題。就我有一個學生就旭東，他第一個實習就是他跑到這個 VMware 裡面，我記得他前2個禮拜他就逮着这個人問，他說你們公司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我想解決你們最重要的問題，然後他得到了20個 answers， 然後很多人也沒法去把它 frame 成一個 research 問題，但是大家會很誠實的告訴他，我覺得我工作當中最重要的問題或者最難的問題是這個，然後這時候你自己在提煉，我覺得這個可能跟俊成說的有點像，太像了。對，但是我覺得就是 understand 這個，因為現在 academia 已經不是70年代的 academia 了，對吧？就70年代可能美國就5個計算機都在學校裡面做些什麼事情 ，industry 立馬 follow up， 但現在你看 industry。很多時候是完全領先 academia 的。我包括我自己讀 PhD 的時候，那時候 Google 做了一些系統，比如說 MapReduce、Bigtable， 然後發一篇 paper， 然後幾千篇 paper 都在那兒優化 MapReduce， 然後發個 Bigtable， 幾千篇 paper 都在 optimize 這個 Bigtable。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industry 都是領先於 academia 的。所以我覺得你到了 industry， 你應該是去做一些 industry 能夠去要做的事情。就以前不是有句古話嘛，什麼就是到羅馬你應該做羅馬人幹的事情。我覺得這個是對的，我覺得。完全同意啊，就是那如果說你的一個學生他在畢業的時候問你，就是我拿到了2個 offer， 一個是去 Google 做這套系統，另一個是去那個某個學校當 professor，你怎麼幫他去做判斷呢？一個是去谷歌跟做核心系統，對，另外一個是去某個牛逼學校當 professor。這個 choice 非常非常的 personal， 我覺得就是他跟這個人的追求的東西，包括跟他的經濟情況，對吧？或者他對一些物質的需求，然後他的性格，我覺得都得，他不是一個能夠，他没也是還是那句话，就他沒有一個 formula， 他是得根據這個人不同的情況，我覺得去做一個選擇。然後包括去 industry 做系統，那你做這個系統，你到底是做什麼，對吧？就是說，如果你是到這個工廠裡面去擰螺絲釘，有可能這個系統非常的 pretty， 但是你擰螺絲釘你不一定覺得 pretty， 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 experience 都是一個第一件事情對我來說，就是說你在這個 experience 裡面能夠學到什麼樣的東西，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不管你是去 academia 還是去 industry， 如果你去了再漂亮的一個地方，你學不到東西，那我覺得還是 nothing 對我來說，對吧？就是你拷問自己的就是說我如果在這個地方幹了5年，我能夠學到什麼樣的東西，能夠鍛鍊自己什麼樣的能力。然後如果你把這個問題回答了，那我覺得你就會有一個很清晰的 next step。然後很多時候甚至你問的是我跟什麼樣的人 work， 我覺得跟什麼樣的人的 work 取決於你的高度。你跟一些比較
就是非常非常就是 excited 的人，或者非常对 technical 非常 enthusiastic 的人工作，就是跟一些可能就是说想混日子的人工作就是不一样的。甚至那些人在一个非常大的厂里面，我覺得你也學不到什麼東西。對，所以我覺得去 startup 也好，去大廠也好，去academia 也好，就是 essentially 就是 what can you learn。當然了，還有很多其他的 constraints， 對吧？就如果我覺得 academia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大家都很窮，就如果你真的是需要錢，然後家裡需要錢，我覺得那可能不是一個特別好的選擇。反正說到了，基本上說的太全面了，就是對吧？有那種職業的興趣，有那種和誰工作，還有那種家庭的一種各種各樣的情況。對，尤其是剛才你說那種和很 exciting 的人合作這一點，我聽過無數大佬的一些表述嘛，那意思就是說，這個團隊在做的一些事情和這個團隊的人不給我錢，我也在願意畢業當天就加入這個公司。我覺得每個人都就是現在因為找工作確實越來越難嘛，就是每個人的職業發展就是也有點不太清晰了，什麼爬梯子呀，什麼去那個升職呀，這些都很模糊嘛。但是後台很多的那種粉絲都來問這種怎麼選擇的問題。其實我覺得就一個標準，就是真的，就剛才您說的那樣，能不能學到東西，以及和這些人 exciting 不 exciting。是的，尤其是職業初期，這是最重要的東西。對，其他的那些，你剛才說的，就是很誠實的一些話，就是大公司或者某些地方看起來就是熠熠閃耀，但是那個小團隊，哇塞，不太行，那你就真的對，因為我覺得是這樣，就是 academia 是一個非常標準化的地方，就美國最好的學校跟美國一個一般的學校，它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你作為一個 faculty， 你就做那3件事嘛，對吧？一個 teaching， 一個做 research， 還有一個就是 mentor students。但是 industry 不同的 team， 不同的公司，不同的 team 差別太大了，所以其實很難去一句話概括你要不要 take 一個 industry job， 因為你可以 industry 可以做非常非常有創造力的 job， 也可以做非常非常 boring 的 job， 所以一定要去知道這個 job 到底是幹嘛的。然後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去跟這個 team 裡面的人最好能夠聊一聊，看看他們的想法。其實你跟人家一聊，你就知道你想不想跟這些人 work 了。很多時候，對，這是核心的原因。對，因為你一家公司的人實在太多了 ，team 實在太多 ，project 實在太多。對，你不能想清楚自己要什麼，然後不能和這些人非常每天激動的工作，那我覺得尤其是職業初期太浪費自己的生命。是的，我覺得我以前 PhD 的 advisor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觀點，他說，如果你是做計算機的，那你的 first job is not your forever job， 對吧？就是說你第一份工作，你其實不要那麼 care，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這個工作就是我這輩子要幹的鐵飯碗，而是就是你把它當成一個 learning process， 你 learn 到東西，你如果真的 learn 到東西了的話，你下一份工作會比這份工作更好的。如果你沒有 learn 到東西，那你現在就算有個大 package， 可能過2年你也被 lay off 了。我覺得是這樣的，計算機這個行業發展太快了，就是說這個大家在這短短的這5-6年，就是這5-6年太明顯了。就咱都不說前面那個從互聯網時代、互聯網泡沫再到移動互聯，那都光說 AI 這個時代，這短短 AI 這2-3年，這發生了多少變化？從不能寫，從剛出來 AI 的 chatbot 到現在的 coding， 到接下來你還不知道的，說不定機器人也大爆發了。然後你天天你一開始可能美滋滋的做了一個 chatbot， 但可能今年已經完全跟不上了，這都是2年之間的事情。是。就我覺得就是說工業界，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啊，就是可能非常非常偏頗，但我覺得就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個不斷學習的能力。然後工業界最危險的，我覺得就是你去了一個 position， 然後你不學習了，那我覺得隨着這個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你就難免被淘汰。然後 academia 的好處就在於你被迫學習，對吧？因為比如說你當了個 faculty， 那你還要 advising students， 你還要升 founding， 然後你還要幹各種各樣，你還要 teach， 那它這個環境被迫你去學，因為你不學你沒法混在這個環境裡面。但 industry 很多時候就是如果你這個 job 你沒有一個主動學習的意識，你在那兒2年待着挺舒服的，然後後面怎麼辦呢？對吧？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對，其實有些人說學術後勁強，工業界前期掙錢多啊，什麼各種各樣的評判標準，其實在我看這些都是太就是說怎麼說來着模糊了。其實咱們倆聊完之後，我覺得最明確的一個點就是你這個人本身。是你這個人本身，只要你有持續學習能力，你在學術圈、在工業界、在任何一個位置，他都不可能很差。是的，對，我覺得究其到最後就是一個人。其實對我來說，就是 essentially 就是這個東西。我覺得一個 high quality 的 person， 他是永遠是有辦法的。對，就是我非常 believe in 這個人的原因之一。我其實不太 believe in AI， 但我覺得人是應該被 believe 的。對，我做這個 podcast 的一段時間了，我也是這種感覺，就是真的你要永遠相信人。那麼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你剛才在描述的過程當中，大家也能聽出來，你是一個特別關注人，特別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連接，
然後特別願意手把手的去看一個學生的本質，來帶他的一個老師。那如果說面對咱們這個觀眾群體裡邊這麼多學生，你肯定沒法手把手帶他們。如果說你願意給他們一個建議，就是他們怎麼能夠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好的 PhD， 自己培養自己，就是說一個最朴實的建議，你會給出怎樣的建議？那個我覺得所有的建議都是 bad advice。我覺得就是說，怎麼說呢？就是說做 research 或者做 PhD research 最重要的3件事情，我覺得把它做好。你应该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把这3件事情做好。第一個就是找到一個自己熱愛的問題，我覺得這是第一個。你有一個熱愛的問題，你就不會覺得累，因為做 research 是很難的。然後你只有喜歡了，你才不會覺得累，對吧？你每天就是起床的時候、刷牙的時候，你看着鏡子，你是覺得啊，我特別 excited， 我還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還是你覺得哎，我要去辦公室做這件事情，怎麼那麼煩呢？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找到一個自己熱愛的問題，這個其實是很難的，這有可能會花1到2年或者3年時間，但是只要你不斷的去尋找，你還是會去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樣的事情的。然後第二個就是說，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有一個正確的做 research 的方法。就 research 這個東西，它跟 engineering 也不太一樣，其實很多時候它不是一個就是說有捷徑的事情。然後找到正確的方法，我覺得快跟慢都不重要，因為快跟慢是可以通過時間來解決的。但是方法，只要你能夠有一個正確的方法，你肯定是能做出来的。然後第3個就是你不斷打磨自己的 skill sets 嘛，因為你有了個問題以後，你就容易去知道哪些 skill sets 是有用的，哪些 skill sets 是沒有用的。因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做所有的東西。你知道要做什麼了，然後你就可以根據它去打磨自己的，把這件事情做好的 skill sets。然後如果這3件事情搞好了，我覺得你肯定是能夠 system research 又不是 theory， 對吧？它需要很多的 genius。system research 其實對 genius 的要求不是那麼強。然後你只要這3件事情搞清楚了，我覺得肯定是能夠做出來的。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做 system research。其實，哎呀，這還是 bad advice 嗎？這不是 perfect advice 嗎？這個非常，我覺得這些東西每個人都知道，但是實踐起來並不容易。對，可能會感覺有點懸空，是嗎？對，我覺得這個非常空，就是 cliché。我覺得，對，就很多東西呢，就是比如說之前我們聊說要做個創業公司，然後或者我們聊寫一篇 paper。這些怎麼寫一個好 paper， 怎麼做一個好的創業公司，這書都幾百本了，對吧？但是不代表你讀了這個書，你就會去寫一個好 paper， 或者是做一個好的公司。所以很多東西還是要去通過實踐當中去摸索的。所以我覺得得找一些那個 mentors。我覺得，對，我這個東西我也想說，就是之前看到一個說法嘛，就是這種正確的建議，大家可能聽到了很多，但為什麼有些人成長快，有些人成長慢？你要看那個成長快的人是不是找到了一個能夠及時給他提供反饋的 mentor。對，這個無論是在創業的過程當中，你看那些成功的創業者，還是那些做得很好的那些 PhD， 無外乎他們能夠在一個非常有經驗的 mentor 身上拿到最及時的反饋。如果說大家拿不到這種東西，就找不到這種東西，我覺得還是要努力去找。是，我覺得是這樣的。而且這個 mentor， 我覺得他不一定要是一個非常大牌的人，對吧？對，就是非常非常那個有名的人，他是一個願意 invest on 你這個人的人，就是他願意花時間在你身上，這樣的人是最重要的，我覺得。哎呀，這個如何讓別人 bet on you， 然後 invest on you， 這又是一個大的課題了。這個東西就沒法說，你知道吧？每個都看起來很難。是的，這是一個終生需要學習的 topic， 又回到了剛才咱們說的終身學習，不斷成長。沒有這種勁兒的話，你自身沒有這種勁兒的話，你是对，你要成為一個就是 worth to invest 的人，對吧？对啊，就是你的 point， 对，你值得去別人花時間，但值得別人花時間，他不是靠嘴說啊，你是的 please 就是 invest me， 是的，能指導我，這種事情它不會發生的，永遠不會發生的。是的，只有你不斷的去自我努力、自我提升。哎，這個東西好玄幻呀！全是先有雞先有蛋的這個事情。是，对這個，但我可能到後邊到100期的時候，我會跟大家說怎麼做這件事情。但我現在只做了這麼幾期，我不敢說。對。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剛才也說了嘛，就是如果學生願意去做創業公司的話，你也會支持，而且你之前你的導師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你身邊有很成功的一些案例。对。那如果這個學生從入學就跟你說 ，OK， 老師，我讀完這個 PhD 要做創業家，你怎麼帶他？那我肯定會跟這個學生說，我從來沒開過創業公司，所以就在創業這方面，我可能幫不了他太多，對吧？那就我現在有個學生，其實他就老想在創業。那我其實給他的建議就是說，你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 connection 或者其他的一些 advice， 所以他也得到了一些反正一些幫助吧，我覺得。但是
就是怎么說呢？就是說我覺得創業也分兩種嘛，一種就是你通過你自己的 research 來創業，比如你做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technique， 然後你把這個 technique用來創業，那在做這個 technique 的時候，我覺得還是可以起到一些幫助的。當然，如果你說你這個創業公司是完全拿一個現有的 technique 來做一個公司，那我可能就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advisor， 我覺得。是這樣的。然後這種用現有的 technique 或者說創新一個 technique 創造公司，確實 Google 當年是很多公司就是這麼起家的。但是之前聽過你的導師說過一段話，就是盡量不要用這種方式，這種方式就是拿着錘子找釘子一種方式，實際上是不如從一個真實的商業需求來做。沒事，這就是另外的話題了。但是每個人有不同的觀點，因為肯定有成的有失敗的嘛。是。那第三個問題就是，這個學生想去工業界，一開始就想清楚，要去工業界帶大的系統，做 practical 的系統，你打算怎麼帶？什麼建議？就我覺得，就是學術圈跟工業圈需要的 skill sets 是不一樣的。然後其實我覺得學術圈跟工業圈沒有什麼區別，就是你做 creative 的 work 都是很好的。然後 essentially 就是你去的這個地方能不能給你創造一個環境，這個環境能夠幫助你去做你想要的事情嘛？這可能是個學術圈，也可能是 industry， 對吧？然後就是說，但是它需要的 skill sets 是不一樣的。就是有些東西學術圈其實不是很看重，但是 industry 是很重要的。然後如果你上來就想清楚了的，這個學生想清楚要去 industry 的話，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能夠想清楚你要去的這個 industry 它需要的一些 skill sets 是什麼，然後你在博士期間或者在 grad study 期間，就是你着重培養這些 skill sets， 然後讓你成為一個比較 competitive 的 person 嘛。比如說你 public papers， 你 industry 其實並不 care 你發了多少 paper， 對，一篇能夠畢業，其實剩下的時間就應該 coding 啊 ，system design 對，或者想一些這個比較前沿的事情，对吧？对。就 AI。然後如果你要去学術圈的話，那你可能得把 paper 就是積累一下，對，專注於這個東西，對，堆滿，是這樣的。咱們今天和天音聊了2個多小時，完全的看出來天音是一個怎樣的頂級的系統 researcher。之前在硅谷有一段話，就是說 founder 要創業的時候要人事匹配，就是你只有這個人適合做什麼事，他其實是有一些內核，然後我剛才通過這2個小時，我能很明顯的感覺到，我見過許多系統 research， 我也自己做系統 research， 我做的很一般，就是我覺得你真的是那種天生的系統 researcher。我覺得沒有天生的，對，你喜歡做這件事情就好。我覺得 research 是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覺得大家應該是去，而且現在這個 barrier 變得很小了嘛，就以前咱們說 research 感覺是一個象牙塔裡面的事情，對吧？只有一些很少的人能做，但我覺得有了 AI 或者現在這個現代的社會，我覺得 research 其實應該成為一個 daily 的 practice， 它其實就是個反思的過程嘛，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去嘗試一下，對。好的，那我們就感謝天音，希望大家聽完這個之後能夠每天去做一做 research， 對，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是的，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一些能力，是的，对吧？你研究一下，就是說怎麼去搞一下，就是說腹肌啊，怎麼去搞健身，也是一種 research， 對不對？這是一個迭代和試錯的過程。對，感謝天音。好的，謝謝。